再回到 Star C So Channel 的朋友们，大家好！感恩大家一直以来对频道的支持和鼓励，大家最近都过得如何呢？又到了我们这一个星期的周末啊，我们要一起来看一个新的大众占卜主题。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农历下半年的爱情之旅，我们要看一下我们的感情对象的讯息。OK， 我们再看一下感情的发展方向、正缘确认以及显化恋情，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这一则影片的朋友。农历下半年已经开始了啊，这则影片播出的日子应该是农历的7月24啊。整个的下半年当中，有可能大家会多少感觉到有一种被挤压，或者说会有很多意外事件发生的这种感觉。因为当下呢，我们马上就要进入这个5星逆行的时间了啊，海王星、天王星、冥王星、土星木星都正在逆行当中，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阶段当中啊，往内去求，多给自己一些时间和空间，去调整自己的身心灵状态，维持我们的一个高频率。那在外界无论有什么样复杂的转变、复杂的纷争以及复杂的冲突，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阶段里边，首先第一要务就是照顾好我们自己的身体、心灵和灵性，好吧？OK，今天我们要看的呢是让大家比较开心的感情主题。那不管是单身的朋友，在恋情当中的朋友，还是心目当中已经有了一个对象的朋友，我们都可以一起来看一下下半年当中我们会经历一个什么样的感情旅程，这个人是不是我们的正缘，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这一则影片的朋友。好，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开始选牌之前的一个小小的冥想。OK，有很多朋友会比较喜欢这一则冥想也会有一些朋友会希望在未来做一些冥想的影片。那 Starcy 有可能当下也是在调节个人的状态。当未来如果在一个对的时间，我们一定会更多的用不同的方式来帮助大家做灵性方面的清理和调节。感恩大家的喜爱。好，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冥想和净化的环节。在我们选牌开始之前，大家有可能可以选择一个安静的环境，或者说可以让自己放松的，可以让自己的姿势调整到最舒服的状态。那让我们一起通过连接宇宙的声音，调整我们的呼吸，来完成我们的一次净化。当然了，如果时间比较赶的朋友，也可以跳过这个单元或者环节，直接进行选牌，好吗 ？OK。好，那大家呢放松，让我们一起在一个舒服的状态之下连接宇宙，聆听一下宇宙的声音。大家放松，深深的吸气，深深的吐气。这一刻的我们是透明的，大家可以想象自己是透明的。在这个呼吸之间，能量从我们的脚底开始向上，通过我们的每个脉轮，直到我们的头顶。
有这股能量，我们跟宇宙连接起来，我们被宇宙更加紧紧地包容起来，我们是安全的，被保护的，被深深地爱着的。大家再次完成一次深呼吸，跟着我们的呼吸，负面的能量已经被清理出来，被宇宙和我们的天使带走。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好，大家有没有感觉放松很多呢？大家有没有感觉一些紧张感和压力得到了一些释放呢？像现在这个时候啊，我们的指导灵家族，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守护天使和守护灵正在慈爱和温柔地看着我们。感恩跟大家的连结，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好，下面回归到我们今天的占卜，大家可以在当下睁开眼睛来看一下面前的从左到右3副卡牌。大家可以根据卡牌的位置来进行选择了。那同时呢，今天我们也放了3颗天使石，当做我们的参考选项，来帮助大家进行连结和感应。那我帮大家把天使石拿近一些，来供大家进行欣赏和感应。看一下哪一副组牌是跟大家最有连结，要传递给大家讯息的。好，我们最左边的第一副组牌参照天然石是绿云母石。好，薄荷的颜色啊，上面有着星星点点的光亮。绿云母。好，中间的一副组牌，我们的参照天然石是一颗粉色水晶石，有点像指南针的形状。粉色天然石，粉水晶。好，我们最右边第3副组牌参照的天然石是一颗白色天然石，白水晶。好，大家可以根据卡牌的位置、下方天然石的形状和颜色来进行选择了，跟着自己的第一直觉就没错了。想要的朋友们，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抽牌和读牌吧。好，选到最左边第一副组牌参照为绿云母石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开始今天的抽牌。好，选到第一副组牌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看的主题是农历下半年的爱情之旅。我们来看一下这感情对象的信息是什么样的。OK， 他的个性，或者说从卡牌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特质。
我们也会看一下这个感情发展的方向以及正缘确认，就这个人他和我们未来是否会形成一个正缘关系，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potential 潜力啊。我们最后再看一下显化恋情，或者说让这个恋情更加平顺的，或者说吸引这个恋情到来，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调整，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第一副组牌的朋友们。好，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抽到这张主牌啊，主牌 OK， 大家选择了最左边的第一组。这张牌啊，在以前当中占卜当中曾经出现过啊。OK，eccentric， OK， 一个行为古怪、离经叛道的人，应该把这张神谕卡或者说明信片，对，明信片啊，标明为离经叛道。我觉得大家有可能在整个的下半年度当中啊，你们本身的这种叛逆心理就会比较强一点。也就是说，在感情这个事件上啊，你们的灵魂是渴望成长，渴望有就是说新奇的探险和不一样的旅程的。就是说，你们选择的感情对象也会随着这个 vibe， 随着你们个人灵性和智慧的增长，去选择跟你们可以形成共振的人。这个人他是一个行为比较古怪的、离经叛道的，或者说他会比较喜欢用这种不一样的风格来装点和打扮自己。看得出来，这是一个相当有魅力的人啊，他时而外向，时而内向。他有可能会带你一起去经历一些你之前未曾想过的事情，未曾愿意去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张牌当中，这个人啊，可以戴着厚厚的面罩，骑着机车，有可能你会体验一些跟之前的你不一样的事情啊。我觉得这个人他其实是有一个 mask， 有一个面具的，也就是在这个感情当中，你有可能需要花一点时间去首先走进对方的世界，再者就是理解他。还有一些朋友让我感觉到，其实这个人身上的魅力来吸引你的原因也是，你们会有一种互相吸引的状态。那你们两个人要么就是相同世界的人，要么就是完全互补的，处在不同世界，但同时会欣赏和需要对方频率以及能量的人。这个感情其实并不是那种非常传统型的，你们两个人的相遇，你们两个人之间对待这个感情的经营方式等等，有可能都和以前不一样。而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本身在这个感情里边也正在去寻求一种突破，要不然就是在完成之前在感情里边的，比如说我的梦想就是希望去跟一个极有魅力的、极其特别的，而且会比较闪光的人在一起，或者说本身你有可能会让自己在就是跟人的交流，我们单纯跟人交流里边也有人际关系啊，也有朋友和亲人啊，当然感情是更深入的一种交流和融合。你会希望在这样一场交流里边更加强烈的去拓展自己对待整个人 OK 整个这个比如说3D 世界跟人去连接这个频率的一种探索。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他会打开你的视野，也会教你更多。同时你们两个人谈恋爱的方式有可能是比较偏向于天王星的，有可能异地相恋呢，或者说你们两个的背景不同，你们两个有很大的差异，不管是在年龄上，还是在你们所处的领域，你们的原生家庭背景当中。但是其实我很明显和强烈的感觉到你遇见的这个人，他的外表和内在有很大的反差，他有可能会表现的比较狂野，或者他会奇装异服会用不一样的方式去展现自己，或者他的言语有的时候是体现起比较叛逆的，或者说有的时候他表达的方式跟其他人都不相同，但其实他的内在是需要你一点一点去挖掘的。这个人有的时候很像是一颗洋葱你需要一层一层一层的去深入到他的心，你才能够发现他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真实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场爱情之旅对于第一副组牌的朋友来讲其实蛮特别的。还有就是对于你们来讲，其实这个爱情之旅很多时候是在帮助你去学习和调整以及理解。有很多人我觉得你们在这组里边偏风向比较多一点水瓶、双子、天平比较多。还有一些朋友我感觉到你有可能会选择一个全新的人跟之前都不一样的人，但是也不乏一些朋友有可能当下就在跟这个人进行连接或者说他已经在你的世界当中了，好吗？好，我们首先就先解释这一张卡牌剩下我们就开始抽我们今天的主牌，来看一下这个爱情之旅是什么样的。那我们 OK 好快Page of Swords 风象星座的朋友女生朋友也算，因为这是一个宝剑公主的牌看一下这个爱情之旅是什么样的。我们单纯的抽它一下看看。你们有可能一开始是通过比如说
网络上啊，然后经常会发讯息给彼此啊，或者说你们有可能是会通过工作里边去有很多 email， 有很多信息上面的往来。我看得出来，其实你们两个人会打很多字啊，或者说会打很多电话给对方，这种关于信息和互相了解以及好奇的试探的这种频率是比较强的。好，第2张是什么？ Page of Cups in reverse。 好，我们再选一张牌出来看一下你们的能量。 Four of Cups in reverse， 很多圣杯的牌，就是说有水象的会出现在这一组啊，风象和水象的组合比较多一点。Third of Pentacles in reverse， 这边是什么？ Ace of Cups。 好，我们再抽最后一张，看一下这个爱情故事是什么样的，这个爱情旅程是什么样的。掉出来2张啊， Ten of Wands and the Hierophant。 不错，很多人我觉得啊，这个感情啊，一部分的朋友让我感觉到啊，他有可能是之前你曾经交流过一阵子，然后拒绝过的人。因为这边有张 Death in Reverse 逆位的死神牌，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在这个感情关系里边，你们应该是在就是近期会有机会跟这个对象连接呀，或者说交流啊，或者说复合，或者说复联的一些朋友，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感情关系里边，你们有可能曾经经历过一个阶段，是两个人是讲不上话，或者表达不出来自己的情绪的。很多人你们在这个关系里边其实是一见钟情，然后呢，在这个关系当中，你们会觉得跟对方其实有很多可以去言说的地方，但是走到了一个深入的领域，你会发现你和他的内在智慧和想法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我觉得在这关系当中，你们都是需要花一点时间去了解对方和考虑现实状态。这个感情的源头啊，情之所起，这个情之所起是什么？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是来自于爱情，你们是来自于真实的感觉到你和这个人是有同样的连接，同样的 vibe， 同样的震动的。你们的能量其实相辅相成，同时在你第一眼看到对方的时候，你也会感应到对方其实第一眼他也会把目光和注意力投向你。但是你们两个其实都是那种我觉得是蛮酷的啊，在生活当中有可能都是冷冷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你们有可能要么就是认识了很久，要不然就是之前曾经发展过一阵子，你会发现其实有点发展困难，或者说两个人都是那种比较矜持的类型的吧，然后往前走一步都会觉得有一点困难，因此就会把这个感情放在这个地方。有一些人我觉得其实对于你们来讲，这个感情关系和感情故事啊，你们内心当中其实并不完全确定的，就是要和不要，甚至有些朋友会在理智上说我是不想要这个感情的，原因在于你们两个人有可能会有这种背景身份上的差异，又或者说你们非常需要的是一个可以给你承诺的人，跟你的家庭背景相符合相吻合的人，还有就是你需要正缘的到来了，而这个人他身上所处的这种能量，有的时候会让你觉得你不知道跟这个人往前去发展，他能不能真正的打开他的心扉，你们能不能在同样的一个页面上。因此这个感情之旅在前期的发展多少是有点卡的。不过不得不说，其实你们两个人呢，在潜移默化当中已经形成了一个镜面的关系，所以对方他有的时候会照出来你对于感情关系里边的一些阴影层面、阴暗层面，或者说你自己的一些不足和内心当中的缺憾以及漏洞。我觉得其实对待这一个人，你和他之间是很有潜力去发展成正缘的，但是在这个下半年当中，说实话，这只是你们旅途的一个开始。有一些朋友，我觉得啊，这个人他有可能是在近期的3个月新遇见的，还有一些人就是说我觉得是一半一半的，还有一半的朋友他有可能是之前你早就认识的一个旧人，但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确实是有一种就是形成了一种镜面的默契，就是我对你，你和你对我都是有好感的，但是我要保持和你之间的一个界限，对，一个边界感。原因就在于有可能你有你的世界，我有我的世界，而我们都不想从自己的王位上和自己的这种能量场里边完全的开释出自己。其实你们两个人真正的一些问题在于交流了。我觉得互相喜欢的程度是够的，互相喜欢程度让我觉得其实是比你们想的更多，有可能已经达到了9分啊，满分10分的话，但是你们其实给彼此秀出来的，我对于这个人的在意、满意、喜爱 ，OK， 有可能只有2成到3成。所以说你们在关系里边有一种你躲我藏的呀，就是说会有一种叠对叠的感觉，会去猜对方的心思。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其实想要的东西是一样的 ，The Hierophant， 其实你们想要一个
稳定交往的、正常的啊，OK，然后能够去进入一个正确轨道的感情。有些朋友有可能你会有宗教信仰，但你和对方的信仰有可能不一样。再者就是你和他有可能目前处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里边，哪怕你们有可能啊，年龄上来讲有一部分是年下恋情，就是女生朋友来看这一组，但还有一种类型的能量出现，就是你和他有可能在人生不同的领域里边正在向上攀爬。所以不管你们的年龄是什么样的，你们在感情关系当中很少去提及的是爱情，你们想要去提及的是现实，以及我的成长，还有就是未来应该如何定下来。所以说你们两个人很难去打开你们的喉轮，完成你们这种意见的相连接。更多时候你们会用一种趋于表面的方式，比如说，哎，你好吗？我好吗？之类的，或者说，啊，这件事情没有办妥呢，感谢你之类的啊，这种工作上连接也是有的。有一部分朋友，我觉得啊，这个人有可能是在你的工作当中，就是说，你们之间是工作关系啊，已经在一起认识一阵子的人。我觉得其实你们两个人，这边是 Queen of Cups，这边是 Page of Cups，这边是 Queen of Swords，这边是 Page of Swords。很多朋友你们是年下恋情，也就是说女生的话，她有可能跟你的年纪是差一些的，所以你和她有可能呢就处在不同的一个人生阶段里边，你们其实能够去感知对方啊，这是一个镜面，也就是说你们打心里边会觉得这个人他应该是跟我前世今生有连结的人，但同时你会被他自己身上这种玩世不恭啊、离经叛道啊、古怪的行为和行径就是搞得非常的迷惑。因此我觉得有可能在下半年当中会出现吸引你的人，或者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吸引你的人，但是你和他的感情之旅有可能要从真正的敞开自己啊，真正的把责任这件事情拿出来。为什么我们要说这么沉重的话题呢？这边是 Ten of Wands and Hierophant， 也就是说你们需要把责任这件事情真正的放在口头上啊，放在日程表当中，真正的去成为一个正式交往的话，你们毕竟是要经历这样的一个阶段的。我感觉女生朋友，不管你们是不是年下恋情，你一直在包容这个人，还有就是你有可能经历这个旅程里边，你再去教会这个人如何去郑重的承诺，如何去郑重的对待另外一个人。你们两个人在彼此事业当中的出现是一张的 Death Reverse 啊，逆位的死神牌，就是说你们有脱胎换骨的，有为了彼此蜕变的，还有就是你们会为了彼此去更加承重啊，承担一些生活里的感情当中的负担。我觉得有一些人啊，出现这张死神牌，就是在未来的3个月当中看这则占卜啊，还有就当下的朋友，就是在这个夏天里边，有可能前任回归了，所以你们有可能对于情感这件事情又有了新的期待、新的温柔、新的包容，但同时你也在给自己一个边界感，就是你们在心里边再去权衡啊，这个人他到底能不能形成跟我稳定的，或者说势均力敌的一个情感关系。还有就是你有可能在心里边是有一杆秤的，你不会是在感情里边完全恋爱脑冲昏头。当该包容的时候你会包容他，你也会用情感的方式 OK，会用 OK 情绪连接的方式去感知他，但同时你们其实总是在保有着几分清醒，大约是3分清醒 OK，也不能说3分清醒7分醉啊，我觉得你们其实在生活里边几乎是一个保持清醒状态的人了。还有就是有可能在下半年当中，你和对方都有自己要去完成的一些事业、学业的一些 KPI， 你们要去完成一些什么，所以感情真的不是你们的第一要务。我看到有可能一些朋友，你们已经在工作，甚至有了自己的一定的积累和经验，而对方有可能他是一个还在上学呀，然后刚刚步入社会去选择工作，他和你在社会或3D 世界经历里边是差一个 level， 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之间有的时候啊，如何形成一个平衡状态，这也是未来的一个课题，就是我们要有一个耐心去给对方进行他的蜕变。蜕变什么时候会开始呢？在今年的11月，或者说看这一则占卜之后的4到5个月之间，你们两个人之间有可能会发生一次情感的蜕变。为什么我们今天看的这个问题是农历下半年的爱情之旅嘛？如果它是爱情之旅的话，一定是要涉足感情的，一定是可以往感情里边去走的。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关系的升温，甚至是确定，有可能会在那个阶段。其实我觉得你和他心里的想法是一样的，你们有可能都是想要在感情关系里边坚持。
坚持主见，以及让自己保有自己的一个空间，被尊重，以及你有可能有的时候会怕在感情关系里边是会受伤害的。有些人你们两个人之间其实这种互斥又互相吸引的能量非常的强烈，所以在这个感情之旅当中，我感觉到的就是你们两个人之间有可能在之前，或者说在这个感情的路上啊，有一点失衡，一个人曾经给另外一个人过多，但是这个天平或者这个业力的天平在你们之中早晚都要有一个平衡。所以啊，付出型的朋友在这个关系里边，你们有可能需要给自己一把尺；而非常理性的朋友，你们在这个关系里边有可能需要让自己掺杂一些感性在里边。虽然说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如果说有同性的朋友的话，我觉得你和对方其实是完全两股能量啊。就这个牌里边很明显，就是水象配风象比较强一点。那水象配风象这样的组合，一般在感情里边所产生出来的一种纠结感，就是关于处理问题、关于思考问题、关于表达方面，有可能都会存在一些断层，所以有可能你们两个人之间呢，是需要花一点时间去给对方那个耐心和空间，以及你们需要相信自己的直觉。OK，宇宙在锻炼你们去相信自己的直觉。如果你们愿意再往前走一步的话，有的时候你们可以给自己一点点时间和空间去接纳这个吸引你的人。如果你已经被吸引了，他也在被你吸引的话，有的时候你不用对感情和机会 say no， 而是给自己一点空间和时间去积累这件事情，好吧？我看到有些朋友，如果你们单身的话，你们很容易一见钟情啊。就在未来这几个月当中，3到4个月当中啊，这个人让我感觉到，有可能是你的下属、后辈，他有可能是你的旁边的同事和朋友。不太像是异地恋了，或者说网络恋情了，但这个可能性也是有的。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在初遇见对方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很怦然的感觉。当然了，这种怦然的源头就是他和你是不一样的人。你们两个人其实不一定在那个频率当中就会产生出很强烈的一个火花，但这种吸引力，说实话，我觉得是那种灵性上的、意识上的一种吸引力。你会觉得这个人让你好奇，你想要去征服他，你想要去理解他更多。那无疑呢，这个人他有可能是你未来这半年当中感情关系里边的一个主要出场人物，或者说男主角、女主角，我们都可以了。还有就是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的步调不太一致啊，有一个人有可能想要去考虑现实再进行承诺，有一个人有可能就是希望能够先承诺再考虑现实。再者就是你们两个人要共同经营和分担的，就是现实条件里边你们需要去成长的和负担的部分。就对待你们来讲，其实这个感情真的不只是，虽然说杯子很多很多圣杯，但是你们两个人其实主要的一个能量来源于宝剑。也就是说，我看到在你们的关系里边，很多时候你们的言语、意识，你们甚至对待这个感情关系里边的揣测、猜疑、判断等等，也会成为衡量这个关系的标杆之一。OK。好，那我们现在讲的是这种感情发展啊，还有一部分朋友，我觉得如果你和他已经相处蛮久了，这个爱情之旅在未来是什么样的，或者说暧昧关系在未来是什么样的，大约70%的朋友你们可以确定关系的，大约在未来的3、4个月，确定关系的能量真的会到来。但是你要在内心里边给自己一个心理准备的，就是他和你想的就是不太一样，而这个人他其实不只是来陪你谈恋爱，或来陪你经历感情，或者说来陪你去走到正缘的，他有可能是来陪你去进行学习，让你去接纳和接受的。这种接纳和接受不是无条件的包容啊，无条件的OK，没有下限的去给对方很多很多踩过原则的机会，不是这样的。我觉得这种包容是来源于你能够去接纳一个人和你的差异是多少。好的。好啊，第一副组牌朋友，如果你们单身的话，你们肯定是会遇见这个人啊。我觉得你们的爱情讯息和讯号已经来了。当然，这个课是你的指导灵带来的，有可能它是一个课题，你要去学习。然后我觉得这个人他蛮神秘的，你有可能不知道他对你的想法是什么样的。讲话的时候也，就是说方式啊，就是很不一样啊，要不然就是字很少，要不然就是会用一些很奇怪的词语之类的啊。总之，他的装扮和外形很吸引人的，就是应该是在路上走路，很多人都会就是说侧目一下呀，会觉得他很有自己的风格呀，他有可能会比较叛逆，他的造型有可能就比较前卫，或者说就是他就是很小众的人啊。我们说这个牌就是非常小众的一个人。OK，
你们的相遇呢，很多人我觉得啊，你们有可能是在去办理一些事情，你们在共同的工作环境、共同的学院，或者说一些组织机关的大门口遇见的。很多人让我感觉到，其实你和他之间这种相遇也是真是缘分。然后你们两个人在第一眼就会觉得蛮惺惺相惜的，或者说你们会被对方身上同样的这种偏冷系的这种气质所吸引，偏小众的气质所吸引，所以第一眼会认识出对方。我感觉这一套牌当中的女生朋友，你们其实身上所带的能量跟对方其实很像啊。很多时候你们身上会展现出一种蛮老灵魂的东西，就是你会一眼看透别人很多，而对方他是一个有 mask 的人，他是一个有自己面具的人，所以说当你和对方相遇，我觉得还是会有那种看不见的火花，互相的吸引，有可能你和我是同频的，你和我是一种人，等等等等。因为你们两个人都有这种老灵魂的智慧在身上。还有就是他有可能会让你觉得他很特别，就他的一些言语表达，他的一些动作，他的一些穿着，比如他身上的一些tattoo 之类的啊，有可能都让你觉得蛮有感觉的，就跟你的那个能量场很相似。所以很多人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的这种相遇呢，确实也是绝非偶然。因为你们两个人的相遇啊，很多人你们来自于前世，而且你们是有灵魂契约的啊，所以说你们两个人在相遇之后，很多时候你们会觉得逃不开对方，所以呢，一定要往这个感情里边前进几步啊，所以是无法当普通朋友的一种感情交流。OK，这个人呢，他的性格，我们今天抽了2张这个 archetype，大圆形卡，看一下这个人的性格外形什么样。这2张牌多么的对比度是多么的强烈啊。OK，The Avenger and the Virgin。OK，复仇者和纯洁的 OK，纯洁的内心，纯洁的灵魂，纯洁的身体。我觉得其实这个牌的朋友，这个人他外表上把自己包装和武装的真的是 OK，跟谁都不一样啊，男生女生都算呢。外表上有可能他喜欢那种，比如说偏向于我们刚刚说小众对吧？或者是就类似有点摇滚风情啊，或者说他自己整个人就让人觉得真的是神神秘秘的，不知道在搞什么。但其实呢，他的内心里边为什么他会这样？因为他很叛逆，他希望这个世界是按照一个公平秩序来的，所以有的时候他是一个会想要去打破一些比较旧有的线条，或者他会为人鸣不平的，他会希望自己能够是一个就是像佐罗一样的大侠，劫富济贫等等。还有就是他身上有的时候会产生出那种，有点激烈的在对抗外界的一个像。这个人你看他身上披有很多地图，有可能他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城市都生活过，所以他有可能会看得比较透彻一点。更多的时候，他对待外界有一种抵抗性。你们两个人的眼神非常相似，但你们当中有一个人会 wearing a mask，戴着一个面具，也就是他对你的爱和这种关注一直是有的，但是他不想去展露，所以你有可能和他要捉迷藏一阵子啊，甚至有的时候他突然就给你一个讯息在干嘛，然后就不见了，或者说你有可能会觉得他有可能跟我是普通朋友吧，总之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突然他会进入你的生活，就让你会觉得有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因为我觉得这个人他不走寻常路啊，他有自己在意和关注的事情，还有就是这是他的人生乐趣，还有就是他的本身的色彩，他其实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在感情关系里边，这个人很怕受伤害，还有就是他是一个在感情里很纯情的人啊。对，这个人他 OK，fear of intimacy union， 很怕跟人走得太近，这个有可能是来自于他的原生家庭和内心小孩，是一个绝对独立的、绝对孤立自己的内心小孩。所以他其实在感情里边，一是会有感情洁癖，二是有可能这个人感情经历还真是不多。更多的时候他怕别人走他太近了，对，然后理解到真实的他会觉得无可奈何，或者说会觉得难以融合，难以融入啊。所以这个人他其实对他自己的评价还挺客观的，然后他看事情也挺透彻的。更多时候我觉得这个人他不是一个能够去主动谈恋爱呀，然后主动去发讯息啊，就比如说跟同性、异性、同性都算，去约会等等，他真的不是一个主动型的。而你们两个人让我觉得就是
同频的相互吸引啊，你们两个是一个世界的人，所以说哪怕你们现在的工作背景等等都不一样，你们的灵魂来自于同样的世界。我不能说这个人他一定是你的灵魂伴侣，有小部分朋友是的，很多人这个人他就是你的那个镜子，他是你的一面镜子，他是你前世就有契约的人，所以你们两个人要去经历的这个感情之路，也是在帮助他去学习的。有些朋友有可能听到学习这个词就觉得，哎呀，看来这个就不是正缘了，或者说让我学习一定是很痛苦，但其实不是的。我觉得这个人他和你之间的学习，其实对于自己和对方的一种，完成和挑战啊，也就是说要去完成一个让自己成为一个成熟的人，去接近一个更加成熟的感情，无论在什么年龄层次，在什么年龄层段里边，OK，人生经历里边，我们都要拥有的。其实这是一个有福气，或者说这是一个好的体验，原因就在于你可以更加认识自己，甚至很多人我觉得这个关系到来，以及在这个关系进展和过后，你会发现在这个关系里边自己得到了更多，很多启发。还有一些人有可能这个人，你和他之间会互相的去带动彼此的觉醒，然后走向你们应该去走向的灵魂家园，或者说你们要的那种你们去连接你们的灵魂源头。还有就是宗教啊，一些朋友你们两个人有宗教信仰的，天王星的狮子十宫，这个人有可能是在远方工作，然后跟你会有连结的人。还有就这个人他其实天王星能量蛮强啊，这组是天王之爱啊，一见倾心啊，闪分闪合，还有就是触目惊心那种感觉啊，真的触目惊心感觉。所以很多时候你们两个人对于彼此的外形上的吸引也非常的强。这个人的事业很好，或者说这个人的事业运很不错，有可能他到处去旅行，但私下里边他其实是一个性格和表现就是说很不一样的人，他不是一个非常大众的，比如说上班族啊，就创业者呀，这人他觉得有自己的爱好，他的爱好有可能是飙车，他的爱好有可能是绘画，有可能是艺术挂的，就艺术挂比较多，好吧，OK。还有他喜欢一些小众运动，海王星的牡羊11宫，有可能你们两个人啊，一开始会维持，或当下也在维持一个模模糊糊暧昧边界的朋友关系。然后我觉得这个人他对你其实态度蛮热情的，他是一个外冷而内冷的人。我觉得这组牌朋友其实你们也一样啊，你们内心有温情，他也一样，但是那个温情就好像总是那种常温的水啊，不是那种沸腾状态。所以对于感情不能说它是凉薄的，但它和你一定都是那种处在一种稳定状态的。就是我就想让自己恒温，我要再沸腾起来，就有可能很累。所以说会让你们这个老灵魂觉得啊，我已经没有什么心思再去让自己像15、16岁一样悸动了啊，就很像看到自己的 idol 一样，可以 OK 振臂高呼之类的啊。所以你和他之间其实我觉得会近近远远的去维持一个看似还不错的距离啦。我觉得其实对方和你都是蛮注重自己外表啊面子的人，然后你们都是异性缘挺不错的，但是你们是那种非常挑剔，不能说一般挑剔，是非常挑剔，所以说是会有自己边界感的人。很多人我觉得这个人是在你的工作和朋友圈中认识的啊，还有少部分的朋友是通过真的社群媒体啊、社交媒体，或者说是这个交友软体上遇见的。OK。这个人的工作事业应该是有自己要去拓展的一片天空。OK。再重申一下星座啊 ，OK， 水象配风象，大家可能会理解啊。水瓶这种天王气质比较强的，水瓶、双子、天平、巨蟹、双鱼、天蝎座，好吗 ？OK。好，那下面我们继续往下分析啊。这感情的发展方向或课题是什么样的？我觉得很多人在这个关系里边啊，我们抽到一张 Desert。OK。Vision Quest，我觉得这副牌的朋友，你和他之间其实都是想穿越一种在感情关系里边那种幻象和想象。沙漠和猫头鹰的精神啊 ，Our Spirit。
两个老灵魂在感情里边，谁都不愿意多动一步。你们有可能在人生到当下，其实你们自己都不愿意承认的一部分是在寻找真爱的。你们内心里边想要的是真爱呀。很多时候，我觉得你们是真正的27号，认真去做自己人生工作，去理解自己，去内观，然后向外去求，然后不断去学习的人。所以你们是经历过蜕变和挑战的人。曾经你们也经历过那种，OK，山雨欲来的那种感情啊，或者说你们也曾经经历过那种让你们曾经比较铭心刻骨的感情。但是当下我觉得你们当看过的那些过眼云烟之后啊，更多的时候你们会有自己比较坚决和坚定的一个一个条件或者方式去对待感情。你们不是那么容易动心的人，你们两个人都是。还有就这个感情里边，宇宙正在去锻炼和调节，让你们更加去发挥你们的内在能量，去吸引这个感情。你们想要去吸引什么？其实在这片荒漠当中，你会更多的让自己除了这个海市蜃楼以外，或者说寻求幻象以外，你更多的是让自己去看到真实。所以我觉得这个牌的朋友啊，你和他之间其实是那种渴望真爱很久的人，你们两个人在这个荒漠当中互相去寻找，而且呢，走走停停的，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人为你停留，有的时候你也会抱着一种就是说带有疑问感的一个眼神去看着这个世界上的人。但是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已经是你们的一种学习了。你们在这个感情关系里边需要的是去确定，还有就是去相信自己的某一种判断。这张牌其实是非常 powerful 的，当下你们问的任何一件事件，当出现了这张 desert， 它都是3倍啊 OK， 3倍量的一个能量，很像是木星的能量出现。也就是说很多人我觉得感情机会你们一定有，但是你们到底要不要让自己去相信呢？要不要让自己的智慧去真正的理解和打开？还有就是你们要不要听信自己的直觉？因为这件事情里边也考验你们两个人的直觉，好吧？我们再抽一下，我看一下这个感情到来的时间是什么样的。刚刚我们所说的是未来3个月，我看一下你们两个人真正能够去把这个关系啊搞定的时间段以及需要注意的点是什么样的，好吧？好，我们最后再看一下啊。Nine of Cups， 好，看一下啊，一些细节方面的东西。Four of Wands，OK，看到了啊，这边已经出现了一张恋人牌啊，大家可以看到啊 ，OK，Eight of Pentacles， 工作环境 ，OK。如果在未来这几个月啊，大约是4到5个月之间，你们如果有工作当中的交流交集，我觉得你们这种在感情关系里边，目前是想要又懒懒的，想要又不想要的，你们会找到属于你们的一见倾心啊。我觉得有可能就是在这种工作呀、聚会呀，或者说啊一起吃饭呐、老朋友一起出行啊。我看到你们有可能在一起吃饭喝东西，还有就是在开会啊，感觉人数蛮多的一个状况底下，你会遇见这个人。这是一个蛮自满的人啊，他自己有可能会觉得，我各方面都不错，然后我的意见之类的啊，是怎么说呢？是非常的独具一格的，我是一个独具一格的人，所以你其实是会在这个感情关系里边去啊，通过他自己给自己去喷上这层喷雾，就是说自我满足啊，还有就是与众不同啊，还有就是OK，跟人有一段距离啊，然后很高冷啊那种喷雾，你会看到他其实是一个内心孤独的人，他跟你一模一样。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其实是在啊，不能说是日久生情，而是真正的你们有一些实质性的交流当中，发现这个人原来是我喜欢的类型，而且是那种我一直在找的啊正缘的类型。所以我觉得这个关系它到底能不能形成一个正缘，答案是肯定的，但是你们两个人有可能要先去度过半年的这种适应期，包括你们要从暧昧关系去升级，成为情侣。成为情侣之后，你们有可能是那种啊，你们的关系有可能是那种啊，就是相辅相成的吧，不存在谁去完全照顾谁，然后两个人有可能有种公平的生活状态。还有就是你们会去考虑要不要定下来。而且是有可能要交往半年、交往1年，就一点一点来的这种。所以这个人他可以是你的正缘，他也可以在未来去跟你往感情关系里边走。但是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的能量，这种 Major Arcana 比较多，大牌让我觉得，其实你们两个人会互相喜欢了，这个人心中也有你啊。但是你们在互相试探或者说不交流这件事情里边是比较有一些
对，就是会有一些阻碍，还有就是男性能量在这组牌里边其实是没有那么自信的，外表自信，但内在有一点空乏。这种空乏不是说他内在空空，而是在感情关系里边，嗯，比较怕自己担当不起来。所以我觉得有可能对于这段感情，你们需要花一点时间去打开他的心轮和喉轮，对，去打开他的那个心里的大门。一旦这个人接纳，你们两个人彼此接纳，你们就会幻化为一种正缘关系。所以在今年下半年里边谈恋爱的朋友，正缘应该是这一个人，然后你们两个人身上是相同星座比较多，水象配水象，风象配风象，有些朋友是土象，如果到来的话，也可以进行参考土象和火象。但其实我觉得你遇见这个人身上的火是不强的，哪怕他的太阳星座有可能是有火的，好吧？还有就是可以说这个人是你的正缘，可以这样去说，但是你们两个人是需要花耐心去彼此了解、观察，还有就是花心思去相处的。但是不要去无条件的爱就不用了。我觉得其实当然了，我们所说的那种无条件的爱是宇宙之大爱，就是我们对每个人都无条件的爱。但是在这个感情里边，你们首先需要让自己去理解的就是你能够包容对方到多少，因为这个人他肯定是要去改变和成长一些的，不能一直去被浇灌啊。因为这个人他其实有点自己浇灌自己啊，或者说他会被人捧着，所以有的时候当这副组牌的朋友，你们自己在生活里边也是自己世界的公主和王子的时候，你不会去捧他，所以你们两个人其实再去共同建立一个边界感，好吧？看一下我们宇宙在给我们什么建议和指引啊。首先很有趣的就是我们今天抽到的这张，OK，抽了 reading cards，我们今天抽到一张 boundaries， 也就是说你和他之间怎么回事啊？这两张牌一样啊，这两只猫头鹰在上面，你们的指导灵有猫头鹰，有蝴蝶，然后有一些朋友你们是萨满和大地指导灵会有比较强的连接，然后你们有可能自己自带的，就是会自带一些法术之类的那种感觉。老灵魂的智慧啊，你们身上。然后就是，其实你和他都是自己事业当中的一个勇士，还有就是我看到一个爱心的盾牌，很怕被伤害，还有就是自己会把自己武装的比较坚强，所以你们两个人之间呢，要如何去突破你们的边界非常重要，而且这个感情我觉得是很有边界感的感情。我们刚刚所说的不去无条件包容对方、浇灌对方，但是其实你们在感情没有踏出一步的时候，完完全全可以有自己的原则。当踏破一个底线，比如说我和对方在往前走的情况之下，你们多少就会开始一点点破坏自己的原则和底线了。所以我觉得你们不要让自己在这个过程里边太过紧张，就是我愿意给对方多少爱就给对方多少爱，但同时你的这个 boundaries 不要为任何人所动摇，还是要给自己留有一份内心的天空，这是属于你一个人的天空。所以我看到一些人，你们有可能在感情关系里边，也包括跟对方啊、对方的家庭和朋友圈呢、你的朋友圈等等，都在建立一个健康的 boundary。还有一些朋友，你们需要去保护自己的这个界限 boundary，你们有可能需要去连接你们的指导灵，帮助你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不被外界的能量所侵扰，好吧？好，这是第一章。第二章呢，看一下啊，宇宙在告诉我们什么 ？I will protect。我会保护。大家可以看到啊，这边有一个灵魂之母嘛。我觉得你们是被保护者，也是保护者。你们的大天使一直在抱着你们紧紧的。当你们的灵魂真正成长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将会从一个被保护者成为保护者。有些朋友可能你们从小就离原生家庭比较远，还有就是你们有可能跟原生家庭有一种疏离感，就比如说月亮在水瓶啊。OK， 月亮在双子、天平，对，就是那种疏离感是比较强的，所以很多人让我感觉到，其实或者说月亮水象的人也有啊，你们会觉得自己在真正的亲密关系里边是会有一种没安全感，所以现在你要告诉自己啊 ，I will protect， 我会保护。首先你会保护的是自己啊，自己抱住你们自己的那个内心小孩，再者就是你将会被保护，也就是说有一天你终将成为一个去保护你自己和别人的人。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牌的朋友，你们的这个感情内核就在于你们自己能不能让自己变得强大和平静。在感情来的时候，我们不能说我们已经要波澜不惊了啊，但是起码我们在感情这件事情里边，我们可以去做到让自己成为一个
不再受伤害的人啊，我觉得这个人他伤害不到你啊，你们不要怕。还有就是我觉得由于你们两个人都是这样的，你们才会选择慢慢来，而不是说哎呀我就电光火石投入感情吧，然后我跟这个人恋爱的死去活来吧，你们会给自己和对方都留有一个余地啊，我感觉好像是一个退路一样，这不是一件坏事。真正的相辅相成的好的感情，产生于这样的一个状况，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开头，也是一种很好的经历啊，在帮大家做一个成熟经历的调整。好，我们看一下如何去显化这个感情。我们今天抽的这个月相卡给了我们一张啊 ，OK，New Moon in Aquarius， 水瓶座的新月啊 ，Open up to change，OK。你们的改变快要到来了。关于天王星啊，天王星也在逆行中了啊。说实话，我觉得其实对于大家来讲，这是你们人生就是历经的，可以说也是必经的啊，必经的一个转换阶段。有很多人你们有可能会突然的发生很大的转换。天王星的逆行是在今年的8月24号到明年的1月24号啊。OK。这5个月之内，有很多人你们的人生和你们自己的理想啊，你们自己的人生方向啊，你们对待外界的那种表达呀，你们会发生一种全新的改变，它是跟着水平时代的一种改变。所以这种逆行里边啊，有可能在3D 世界里边会发生很多突变呐，会发生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但是这并不是一种意外，而是你们需要让自己去接受改变，接受环境和外界的改变。冥想的时候，你们需要去接受的是和打开的是一个新的自己，你们的内在里边就是有这么一个新的自己，现在有可能已经发芽了啊！很多朋友，你们的这个新的自己已经发芽了，正在蓬勃的成长。时间点就是在于5个月之后，当这个天王星的逆行真正的结束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好是水瓶座的新月和生日的来临的时候，你们会看到有可能这个人出现了，有可能你对于感情的一个落定出现了，或者说你的一个结论出现了。你感情的机会同时也出现，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如果现在你们还打不开自己，对方也一样的，你和对方其实同频的人，所以你们需要去显化的是自己对于自己内在的一种调节，还有就是给自己以新的机会。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合金的这个樱花都已经绽放了 ，OK， 在日本樱花绽放季大概在3月，所以我看到在明年的1到3月，未来的半年以后，你们应该是会跟这个人在花下赏月的，好吧 ？OK， 水瓶的新月。好，每个月的新月你们需要许愿。好，无论你们想要去达成的是什么啊，给自己一个仪式感去完成你们的愿望。还有就是这些愿望更多的是关于你们的挑战和变化，你们想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其实你们会变成一个成熟而温柔的人啊，坚硬而温柔的人。所以说这也是你们在这个阶段里边去做的。宇宙在照顾你和帮助你去做这次改变，而且你们有可能跟新月的连接比较强。还有就是在新月之后，或者说在水瓶的新月之后，你们会真正的发现感情真正的落定。OK， 那个时候也正好是这个农历半年的最后一点时间，所以我觉得大家在这半年之内一定会有感情之旅，但是更多的朋友，我觉得你们需要一个前期调节，好吧 ？OK， 最后我们看一下啊，今天抽了真言卡，看一下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真言一句话来帮助我们去调节我们自己，然后我们也通过这一则真言来，完成我们今天的这一则占卜，好吧？好，我们今天抽到2张啊。首先我们看一下第一张告诉我们什么 ？OK， すべてを育む大地のように分け隔てのない心で人と接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か？哇，这句话真的很难念啊。我们看一下下面给我们这句话 ：The earth gives life to all without favor or distinction. Can you say the same of your interactions with others？ 好，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话整理一下，就是大地呢无条件的去孕育了万物啊，没有任何的发心啊，只是来源于他们的本能和他们爱的能量。那我们可不可以用同样的心，没有间隔或者说没有间隙的这种想法和心来对待周围的人呢？当我们待人接物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像大地一样敞开我们自己，去无条件的孕育和滋养吗？我觉得你们2个人其实身上都带有阴性能量啊，滋养和保护在这套牌里边经常出现，特别是女生朋友来看这一组，当然男生朋友是一样的，你们是需要互相保护和滋养的。我们刚刚所说，
我们的大爱可以无条件，但我们的小爱有的时候是需要让我们去敞开我们的心的啊。就这种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边界感，但同时我们在给出爱的时候，也需要让自己呢，我觉得少一点分别吧，少一点分别，少一点执着，或者说从妄想当中脱离出来。这是我们人生啊，就不管是人生了，还是我们之前有可能每个人也做过神，做过天使，我们所有的人在这样频率里边的一刻。对，因为最终我们要提高到自己在最高的频率的话，我们还是要让自己去完成一种接纳，完成一种包容，就像水一样去融合万物。所以我觉得有可能宇宙在通过这句话告诉我们，让我们用一个更加平静的心态和平常的心态，无分别的心态，首先接受我们自己，再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给出爱，好吧？这不是矛盾的。好，第二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感謝の気持ちは相手や物事への深い理解から生まれます。A feeling of gratitude comes from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other people and circumstance. OK， 当我们对于事物，我们对于对象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的话，我们会产生一种更加感恩的心情。这种感恩是一种 gratitude。OK。对于宇宙的，对于这层经历的，对于这个人的存在的一种深刻的感恩。我觉得其实这副牌的朋友啊，当然了，我们的真言卡啊，它是来自于高维度和高频率的一些言语和能量，在锻炼我们啊，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去理解和修行，好吗？所以呢，大家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这两句话，然后把它融会贯通在你们的感情世界里边。我觉得其实这副牌朋友你们超聪明的，而且你们本身就是有这层次智慧的人呢，你和对方都非常聪明，所以我觉得在感情里边，更多的时候是，如果对方有面具，那我们先拿出真实的我们来对待他。有可能这个你的镜面呢，由于他和你是镜面关系，你们两个人才会同时真正的对待彼此。而一个水瓶的新月跟我们讲的就是一种真实，水瓶就是一种真实。所以说我觉得你们两个的关系有可能也是啊，渐渐的从一个小我事业当中脱离，形成一个更大的、更深厚连结的一个关系。我觉得这个人他有可能是宇宙给你配来的一个神圣伴侣啊 ，divine partner， 他有可能是你的神圣伴侣，所以你们两个人确实是有共同的要去保护的一些东西，保护你们的家庭，保护你们的个人理想，保护你们的梦想和事业啊，这个人有可能为此而来，这是你们的灵魂契约。所以呢，第一副组牌的朋友，不用担心，也不用纠结，不用焦虑啊。这个感情该来的时候，它会顺着宇宙的这个流动而来，然后来到大家的世界里边，有可能帮助大家去做好未来一个阶段你们的成长，好吧 ？OK， 那今天我们所有的卡牌就读到这里了，很感恩跟第一副组牌的朋友进行连接，感恩大家今天观看至此，希望大家的未来的一个阶段都是开心、平安、幸福的，也在感情这件事情里边找到属于我们的答案。祝福大家，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选到中间的一副组牌，参照为粉色水晶石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开始今天的抽牌。好，选到我们第二副组牌，参照为粉色水晶石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也都已经抽好了。那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的主题呢，是农历下半年的爱情之旅。我们要看一下这感情对象他的信息是什么样的，这个恋情发展的方向是如何的，正缘确认，也就这个人是正缘与否。我们也会看一下，为了显化我们恋情的发展或者是来临，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第二则影片的朋友们。好，那我们首先一起来看一下大家选到这张神谕卡啊，关于这个感情对象这段感情，我们抽到这张牌是 Observer 观察者，这道神谕卡很像是一套明信片啊，我看到这副牌的朋友，你们要去发展感情这个对象，他是一个理性大脑的人，而且他是一个超理性的人。你们在这感情关系当中，有可能两个人都是理性派，所以在感情到来之前，你们会经历一个互相观察、互相试探、互相适应的阶段。我看到你的感情对象啊，他有可能是一个科研人员，他有可能是一个研究人员，他有可能是一个理科系的、理工科系的人。OK， 不管男生女生，这个人他其实是有一个，就是他的指导灵和他大脑的那种，比如说他大脑细胞的分裂状态，
不是那种裂开的裂，而是排列的列，分裂组合状态和正常的人不太一样。但不代表他是一个异端和异类，而是他是一个非常注重感觉，然后他是一个非常注重自己直觉和非常注重这些全部信息的收集和分类以及分析的人。所以我觉得你和他有可能需要在谈感情之前把互相彻底看透。有可能在前期你和他可以有一种外形上的一见钟情，但是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他不是一个偏向于一见钟情和外貌协会的人，哪怕他会被很多人的外貌吸引啊，但是他是一个在看到外边的条件之后会去不断的分析，然后也会让自己处在一个理性状态，不让自己去受伤害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你们的恋情发展有可能在下半年来讲开始的一个阶段是非常卡的，因为这个人他有很多很多想法，而且是你捕捉不到的。还有就是他经常会在暗中观察你，对，暗中的观察，或者说去看一下你目前的一个生活状态。还有就是你们两个人有可能会在关系当中有一阵子是静止状态。这个静止状态里边不代表你们断联了，或者说你们两个人就完全没有连接了，而是这个人他需要通过收集你的很多讯息去确认你是不是那个对的对象。因为他是一个很怕自己做错选择的人，不能说他有选择困难，但是选择之前他一定要经历一个困难的阶段。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个人他过于理性，他有可能会带着放大镜看很多事情，他有可能会把很多细节扩大化。而且这个人他其实并不是一个感情派，就是在进入感情到了某一个阶段，比如说从第一台阶我们要走到第10台阶啊，他有可能走到第3、第4台阶，当你们的关系上升到一定的温度了，他就会让你觉得有一种渐渐冷淡下来的感觉，并不是说他对你的兴趣或者说喜爱不在了，而是他有可能要去开始他自己的一种个人感情状况的一种梳理。他需要一点时间，他也需要给自己一些机会去完成自己和对方的一种融合和调整。我觉得这个人他其实是单身惯了，他哪怕会去谈恋爱，也是会浅尝辄止的去谈几段恋情罢了。因为这个人他其实在内心里边是非常捍卫自己的，他有可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还有就是他很有自己的理想，所以这有可能是你下半年当中会遇见的感情对象以及感情状态。还有就是你的感情状态有可能现在互相的目前是暗中观察中，或者说观察中、考察中这样的一个能量啊。我看到你们两个人其实站在的这个视角是一样的，有很多时候我觉得你们两个人也会给彼此同样的一种印象，也会有镜面的一种效果。因为其实你遇见的人很大程度上啊，他和你会有一些相似度。OK， 这是从这张牌当中我们看到的，其他的神谕卡我们一会儿再做分析。下面我们一起开始抽牌，来看一下在整个的下半年度当中，我们遇见这个爱情是什么样的啊？是什么样的旅程，什么样的故事 ？OK， 然后我们再去分析一下是什么样的人和课题，好吧？看一下啊，我们在下半年当中遇见的感情之旅是什么样的？这牌的朋友啊，这卡牌抽的是有点卡。天呐 ，The Emperor 国王牌耶，怪不得这么卡。这个牌的朋友啊，不管男生女生，有人在关注你，有人是喜欢你的，有人在意你的，不管你们单身还是怎么样。但说实话，我觉得其实你们的感情关系目前处在一个两个人都不太容易去移动的一个状况。有很多人我觉得你们在谈感情 full of swords 停止阶段、静止阶段啊，两个人呢互相定力不动的阶段。如果是要看新桃花的话，目前其实你有被特定的一些对象，就是比较沉稳的、比较乐于观察的、比较理性的对象正在观察中啊，你们是正在被观察中。但是我感觉到 Two of Wands in reverse， 你和他之间有可能会有一些对于未来，对于也包括当下你们两个人之间这种步调不一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有可能对方他现在处在一种谨慎状态，或者说他不希望自己在感情关系里边是一个会被拿捏和会被控制的人。还有就是我觉得很多朋友有可能你们现在如果单身的话，就处在一个要去2点一线、3点一线的那种生活状态里边。OK， The Chariot in reverse 啊，战车的逆位。
然后你们有可能在社交圈里边不一定能够完全打得开，还有就是你们有可能需要去调整自己 focus 在自己最重要的部分，比如说工作，比如说你们期望得到上司的 OK 长官的肯定，还有就是你们有可能现在在力争上游，无论是学业还是事业，有可能你原生家庭当中的父亲或者说传统的能量，也包括母亲啊，是比较严格和严厉的 Queen of Swords。 好，我们再继续看一下这个感情是怎么样的。 The Devil，很多朋友，你们现在心里是有人了吗？是有一种，我觉得这种互相暗恋的感觉比较重。再者就是，如果你觉得没有的话，你现在是在被人观察着，在被人看着那种感觉。我觉得其实喜欢你的人，这个人真的好奇怪呀、你这边是 observer， 我们这边看到 devil and emperor， 整个能量让我觉得多少是会有一点，对方是偏向于有城府那种感觉，但是他并不是对你意图不轨啊，他是觉得你很难接近啊，而且你有可能对跟第一组一样曾经拒绝过对方，或者说你会让对方感觉到你是有自己的感情条件和门槛的，所以你有可能不能轻易的打开自己的同时，对方他也不愿意成为一个在感情关系里边低三下四的人，所以你们两个人没有互相争取中啊。我觉得很多人来这一组，你们应该是心里有人的，或者说在感情世界里边，你们肯定不是不是一片空白呀。The Empress 女皇牌和国王牌一起出现了耶，中间是 Chariot 战车牌的逆位，神圣男性能量，神圣女性能量啊。这个 Twin Flames 很多人来到这一组了，看看啊，这边是 Four of Wands and Six of Cups。好，我感觉就是你和他之间在下半年里边有一段时间真的是很卡，在谈感情这件事上，因为你们两个人的意见相左，还有一些人，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有可能都不想放弃自己对于感情里边的一种把控程度，所以有可能在上个月里边，你们的关系就已经渐渐的像急刹车一样刹了下来，或者说渐渐刹车，渐渐减慢速度。我觉得有可能对方他蛮希望去在你身上得到一些蛛丝马迹的，如果现在断联啦、静止啦之类的，但是你们两个人真是敌不动我不动的状态啊！你们两个人都看这个 Four of Swords 拿着一个宝剑的战士，对吧？有可能是躺着的一个战士。OK， 那我们这边看到 Queen of Swords，OK， 这也是一支宝剑，就是说你们两个人之间，我觉得有可能现在是那种我先休战，但是并不代表我们不再兵戎相见那种状况，相爱相杀的 couple 会出现在这一组。还有就是有可能你曾经拒绝过对方，或者说外界呀没有给你和他比较好的发展空间，所以你们两个人现在有可能处在一种静立不动的阶段里边。整个的下半年里边啊，我觉得你们两个人会卡卡的，或者说这很多朋友来到这一组，你们的感情会有点卡，不代表你们两个人不会互相吸引，或者说你不会吸引到新的对象，无论男生女生，你们是神圣男性能量和神圣女性能量，或者说你们本身的能量就比较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异性缘这边来讲没有问题，或者说你们的财富，你们要去做的一些事情可以实现，但往往在感情上Twin Flame 你们处在一个半断联或者说半分离期，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多人是没有结束的，这要看啊，我觉得你们两个人之间谁能够往前去真正的从一个观察变成一个行动者，或者说你们需要外界的一种助力啊。这副主牌为什么会看到这样的一个能量呢？感情之旅。OK， 我们再抽一些其他的牌去 clarify 一下，好吧？因为 Star C 在这边就变成了一种比较好奇的一种状态啊。OK，King of Wands， 好，我们再看一下能量是什么样的。这张牌是什么 ？The Lovers。好的，我们再看最后一张啊，掉出来的是什么 ？Queen of Wands。天哪！怎么啦？这副牌的朋友，你们发生什么啊？为什么我会抽到这么戏剧化、这么抓马的卡牌 ？OK，King of Wands and Lovers and the Queen of Wands。OK， 无论如何，你们都是一对啊，神圣的，你们是神圣伴侣，好吧 ？Divine Partner， 这个在第一组有提到，我感觉这边是国王，这边是女皇，这边权杖皇后，这边权杖国王。我觉得有很多人，你们两个人是互相喜欢的，然后不管你们两个人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有一些朋友有可能你们有自己的无奈，有自己的
生活、家庭背景，或者说你们要自己的事情要顾啊，包括事业上等等。但是我觉得你和这个对象的连接就永远存在。还有就是我觉得你们在被深深吸引的同时，也在被深深的诱惑着。因此在这个感情关系里边，很多人处在一个暗恋停滞，然后就一触即发的阶段，那种很 intense 的那种状态出现在你们的卡牌里边了。我看到有很多人，你们两个人之间在等对方先动一步吧。比如你们两个人之间有可能之前已经说完了你们两个人目前的心思想法，或者已经表达和表现过了，或者曾经明示暗示过了。但是无论如何，你和他都好像不想再往前走一步，因为你们有可能在感情里边都是比较有选择的人。OK，你们都有自己的一片领域，你们都有自己非常优质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其实在关系里边，无论如何，有可能你们需要神圣男性能量，或者说偏向阳性能量，先去触发一下这个感情。有很多人我觉得你们的恋情一触即发啊，从7月到明年的1月，很多人你们是摩羯配巨蟹对宫星座的，然后也看到了有水瓶座，然后狮子座这样的对宫星座，很多人在对宫里边，或你们的星盘里边有可能有对宫的元素，还有一些人你们是同样的火象星座的 couple，我看到你们的感情里边，哪怕面临选择，你们的选择还是坚定的是这一个人。啊，我觉得其实对于你们来讲，有可能现在生活里边面临的很多严峻的考验和困扰，有可能是包括保护自己的家庭、原生家族的家人，OK，包括去延展自己的事业，包括去平衡自己内在和外在的冲突，包括去平衡自己的欲望，包括如何认真的或者说大胆的勇敢去爱，都是你们两个人要去完成的一个点。其实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现在有可能是在帮对方去拿出你们的神圣男性能量和神圣女性能量，就不管你们两个人是哪一种性别、哪一种族群的，其实你们是非常需要给对方，一种激励。我觉得有的时候真是激对方，然后去拿出你们人生的火焰，然后完成你们这一次 reunion 或是 union。也就是说一些人你们有可能会复合，一些人有可能你们会重新找回你们的 twin flame， 还有一些人有可能会把你们真正的生命中的真爱给找回来。我看到有很多人，这个人他不是新人的，如果是想看新人的朋友，一会儿我会帮大家做一个分析啊，通过其他的卡牌，或者说大家可以再参照一下其他的选项。我在这个牌的朋友里边，你们的感情是有故事的，而且你们就是在当下还在写这个故事的人，这个故事没有完结，然后也没有头绪。还有感觉到就很多人，这个人如果是你的 twin flame 的话，这个事情无解，所以你们唯有让自己大胆的去找到你们自己的能量，你们两个人才能够去完成属于你们的这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连结和复合重聚啊。如果是一个新人的话，我感觉这一个人他有可能会在 OK，比较快的话是10月，很多人我觉得他已经出现了啊。Anyways，分析一下，如果没有遇见的话，单身的话，最强能量出现在明年的1月，也就是说看这则占卜大约5个月以后的那一个季节，那几个月当中，你有可能会一下找回一个，就是让你会有一种 nostalgic，就是很思乡情节的，或者说你会把之前的一个人找回来，或者说你会去认识到一个让你觉得非常非常似曾相识的人，因为这个人和你在其他的世界里边曾经共度过人生啊。你在找的那个人，或者是等那个人，他是跟你曾经有过前世的，或者说其他维度里边人生经历的，或者说什么星际种子经历嘛，还是说其他经历啊 anyways， 就人生经历吧，我们就说人吧。这个人是之前跟你有过连结，而且你们两个人会产生极大的眷恋感，这种眷恋感产生出了执着，让你们在这一世必定会遇见对方。所以我觉得这个爱情故事在第2副组牌的朋友里边挺浓烈的，然后就虐恋吧，有种虐恋的感觉啊。Starcy 不知道该如何形容你们两个，但是如果你们目前有一种想要去跟对方在一起的心态，或者是目前确实有这么一个人，极度的吸引你，又极度的让你把握不了、把控不了情况，你们就定在原地啊。现在好像装作没事的样子，自己做自己事情的这样类型的朋友，在这一组的话，坚定自己的选择，顽强的去像夏天的花朵，像太阳花一样生活下去。你们会在对的时间，我不知道是谁先触发了这一个机关呢，去 trigger 出来这样的一件事情，但是你们还是会重聚的。我看到
有很多人你们在等这个毕生真爱啊，这个人是你的毕生真爱。还有就是有可能目前对方和你处在一个，要么就是大战过后那种冷静期，要不然你们两个人就是分离期，各做过各的。还有就是你们有可能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或两个人都是现在处于一种财富或者说个人的人生发展比较断裂的一个阶段。就是那个链条断裂的一个阶段，所以有可能关于财富这件事情也是你们这个感情里边非常重要的一点。你们两个人非常有激情，非常的相互吸引啊。然后我觉得是这种吸引不只是 physically， 就是不只是身体上的一种吸引了，这是一种 vibe， 你们的频率的吸引。因为你们是神圣男性能量和神圣女性能量，也就是说，因为你们是 divine feminine divine masculine，you are twin flames， 你们是 twin flame， 所以说他和你之间没有办法去切断一种相互的吸引力，好吧？有一些人我觉得，如果你在等前任回归的话 ，OK， 明年的1月左右，我觉得这个人会回归。那如果你在等待这个人和你复合复联，你们是非常非常强烈的一种复合复联的讯息，所以这件事情可以达成，但是你们需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去建设你们的内在灵魂的家园，因为我看到有可能你们的能量现在处在一种紧张焦灼阶段，不是对待对方的，有可能是对抗外界的，有可能是对抗内在的，还有就是这里边也包括对方了。所以你们两个人在就是休战这个阶段，或者说你们在就是静止不前的这个阶段里边啊，或者说一些人有可能你们还在联络和连接当中，但是这个感情推进是相当之慢的，有可能有一个人要做决定，有一个人在逃避。OK， 有一个人想要不再逃避了，另外一个人又在拒绝他，所以这种 chaser and runner 啊，一追一跑能量也在你们的关系里边。但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是可以在这一世啊，如果你们是 twin flame 的话，你们一定会完成你们的重聚，一定会重聚的。因为我看到你们两个人在全心全意的爱着彼此的同时，你们的灵魂都在渴望对方，所以我觉得这种双向奔赴的感觉会让这个感情关系成为一段佳话吧。这个人他是不是你的正缘？我们现在去分析，我感觉一些人如果你们自己已经就是没有选择的机会，比如说你们现在还有自己的家庭事业要顾的话，无疑这对于你们来讲，除了爱以外，你们要去做你们的抉择。有些人你们心里就有答案，还有些人我觉得这个人和你之间这个故事要往下怎么写，这是女性能量可以决定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Queen of Swords and the Four of Swords， 也就是说我看到神圣男性能量在这个地方，包括阳性能量男生能量，对方其实处在一种无力感当中的他难以去真正的拿出自己的能量场。如果对方真的好不容易提起勇气了，我觉得这一组牌的女生朋友，你们一定要选择去珍惜一下，因为这个是他好不容易掏出的勇气啊，好不容易掏出来的勇气。然后你们两个人，我觉得一部分女生朋友，我觉得你在你这边已经渐渐要去下头了，因为你有可能一直以来期待的事情没有发生，所以你现在要选择自己去顾自己的，然后照顾好你的生活、家庭、事业，然后你有可能会在你自己的领域有一片比较好的发展。很多人在今年的下半年里边是事业一个超级上升期，但是我们说超级上升期一般都会伴有很强的一种阻力的能量。在今年的下半年当中啊，有这么多大行星在逆行，很多人我觉得你们在顶着土星迎难而上啊，顶着冥王星迎难而上的，所以你们内在的一种破裂，完完全全的会把你们真正的欲望给暴露出来，会让你们很难以面对自己。还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就是无法放下前任，然后你们现在在接受这件事情，就是我无法放下，但是我也可以让自己相对完整的去生活。所以这个过程是教你们如何变得坚强的，就是没有任何人，你们也可以坚定的去走下去，你们可以去战胜你们的敌人，战胜你们的 hater， 可以战胜你们的 OK anyways， 我觉得其实这副牌的朋友，这个感情之旅不容易，但是我觉得你们在哪怕我们的人生啊，就只有2%的甜，有20%的甜，或者10%的甜，剩下的有可能都是艰苦的突破的一个阶段吧。但是只有这么一点点甜，我觉得也是让我们足以幸福的和欣喜的，也是可以期待的，好吧？我觉得这副牌的朋友，你们可以期待爱情，可以期待，好吧？还有一些人让我感觉到啊，就是对方他可能会用一种朋友的方式回来跟你联络呀，等等，这个也是有的。再者就是，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就是一触即发嘛，就是要不然我们两个就陌生人，要不然我们两个人就爱得死去活来。好的，然后在这个牌里边我也感觉到了啊，就是你们两个人现在这种静止不动、互相观察的一个状况，源自于你们在较劲。
对吧？你们有可能都在等，特别是女生朋友 Queen of Swords， 男生朋友也算啊，就是占有风向的人吧，人群吧，或族群吧。有可能你们自己会觉得啊，如果对方他不再会去引动啊一些行动之类的，你有可能要去回归到自己的世界了。但是我觉得真是树欲停而风不止啊，这件事情有可能并不是我们的个人意志和理性意志，我只是理性的意志能够去决定的，我没有把一切交给宇宙。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张牌是 Milky Way，OK，Perspective。很多人我觉得你们是小部分啊，Star Seeds 啊，星际种子。不能说小部分，我觉得很多人是，还有一些人，我觉得你们现在在用一个宇宙的视角看你们的感情课了啊，已经开始提高你们的体量，提高你们的频率，提高你们的振动了。所以我觉得有可能这个感情课真的是你在学会爱的同时，也在学会让自己变得坚强和坚定以及勇敢。对，所以你的灵魂其实是宇宙里边很重要的一个。再有就是你现在正在这个课的高潮期、精髓期，有可能考的最艰难的一个时期。但是我觉得很多人你们会为此而收获属于你们真正的好好的成绩啊。有点卡，因为我觉得你能量挺强的，有很多这个 Major Arcana 大牌会出现，同时我感觉你真的没有遇见吗？有很多朋友，如果你们单身的话，你会遇见那个非常吸引你的人。我觉得这个人他就是你的双生子啊，你的 twin flame 嘛，真是你的 twin。也就是他其实不管他和你在外界有多大的反差，你们的背景有多大的反差，你和他是阴阳组合啊，你们两个是真正的，就是说。这边是不是一个阴阳组合？我们可以看到黑色、白色，这一边战车牌，一边都会出现白马、黑马。你们两个人是一阴一阳，所以你们两个人之间对于彼此的这种吸引力永远都存在。还有，我觉得有一些人，你们的这种感情里边带有一种负罪感，带有一种被很无奈的，好像是在被诱惑那种感觉啊，一种 seductive， 有这种感觉。但其实我觉得你们需要让自己排除掉对于自己的那种，不管是愧疚还是某一种，就是说。某一种否定，我觉得有些人你们在把这个感情往外推啊，你去否定一个感情，然后希望对方和你能够真正的就是说回到彼此的世界，相忘于江湖等等。说实话，如果你们是 twin flame 的话，这件事情是没有结局的。起码在这一世里边，我觉得你们是没有办法，如果不修好，或者说不去打开你们自己的话，哪怕你们会想要去放下，但是这件事情真的是没有完成，所以宇宙还是会在一个。我觉得特定时间嘛，不能说对的时间还是怎么样的时间，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把你们拉回到彼此的生活里边。OK， 这道牌里边我们可以看到火象星座的 couple， 牡羊座、狮子座、射手座的 couple 会出现，然后巨蟹、摩羯的对宫，水瓶、狮子的对宫。OK， 双子、射手对宫都会出现啊。很多人我觉得跟牡羊那个天平的对宫也会出现，然后我看到会。对，风向也蛮强的，双子座会有，所以我觉得其实，你遇见了这个人，他是你的一个劫，所以很多人我觉得，如果你现在还没有遇见这个人的话，你会在特定的时间遇见这个人，这个人的到来，如果他是你的 twin flame，是没有任何的预兆的，你的灵魂如果已经往上去就是说发心了，有这样的一个心态要去吸引一个。你真正要去完成的课题来到你的世界里边，自然而然的这个人就会到来。你们两个是天生一对。还有一些人，我觉得这个人他和你怎么遇见的？如果你和他是比较陌生的一个状况的话，我觉得他和你，各种偶遇啊，就是每个人的故事不一样，各种偶遇啊，然后就。包括比如说生活里边有可能会遇见，他有可能是你的事业伙伴，这个人有可能是在远方，你们在网络上交谈，然后互相心仪对方很久。再者就是分分合合的人，我觉得是旧人比较多一点啊，真的是。如果是在渴望和等待新人的话，你们需要把之前这个课做完，不然你们的牌的能量全部都是旧人能量。而且这个爱情让我觉得很深，你们两个人都不想承认，但是你们爱得很深。OK。我们先分析下这边这个 Major Arcana Archetype Oracle 啊，大圆形卡。很多人你们是做网络工作的 networker， 所以说有可能一些朋友你是做 IT， 然后你们有可能是做这个，你有可能在社群媒体上啊，你在social media 上面是比较活跃的，还有有可能你们遇见这个人，或者你自己是个 engineer， 你 Star City 也是在做 IT 工作。所以还有感觉到有可能这个人他会千里迢迢跟你千里传音呢，所以有可能在地球的另外一个地方，
你和他之间会互相的发简讯、发 email， 有可能你们会通过音乐，你们会通过发照片的一些形式去跟对方连接。你们两个人都是很勇敢无畏的人。还有就是我看到有一些人，你们有可能是比如说一个人居住在这种亚洲环境，一个人有可能居住在这种比如说偏欧洲啊，或者说偏对，大洋洲等等吧。很多人就是你们在不一样的地方啊，就是我就不形容位置了，就是你们两个人就天南加地北吧，可以这样说。还有我看到其实你和对方有可能同是同职业，就同行业的也是蛮多的。哎，然后神圣女性能量 Queen， 也就是 Empress 女皇牌，就我感觉女生朋友你们来到这一组，对方很欣赏你，你是你世界里边绝对的一个有自己存在感的人，而且是一个非常高的存在，可以说是你是一个超越其他人的存在的，超越其他人维度的一个存在，因为他并不是完全把你看成一个简简单单的异性或同性啊，就吸引自己的人。还有你身上是有魄力的，你是有一种主权的意识的，你会主动的去保护以及往着你的人生方向去走。也就是说，你是一个非常强悍的女性。如果男生朋友里边来看，我相信啊，这边有 Emperor， 也就是说，男性朋友的话，你们身上就是另外一种 King 国王的能量。因为我们今天就只掉2张，抽2张而已啊，你们肯定是会有国王的能量，所以国王配皇后，这边是国王配女皇，就我觉得其实你们两个人确实都不爱低头，还有就是你们会都想要去控制关系啊，就控制力很强这种状态。我觉得对方对你是一半欣赏，一半欣喜，一半忧的。对，原因就在于其实无论是你的性格、外貌、你的家庭背景、你的教育背景、你的事业、你的财富，其实都是会让觉得是非常非常合适、适配的一个人。但同时，如果他和你目前不在一个能量场当中的话，你们两个人就很有可能停在这个地方，因为他很希望和你之间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一强一弱的。这个关系里边无法出现一强一弱的能量。比如说不管你们年龄到底有没有差异啊，因为每一对 Twin Flame 你们的差异都不一样，但一定是有差异的。背景啊，地理位置啊，要不然就年龄啊，要不然就是目前处在那种社会阶级都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对方他和你之间有可能也是啊，就是谁到底要在这个关系里边去控制，谁在这个关系里边就是真的能够去放下心来让对方控制自己，这都是你们两个之间的一个课题。我真的觉得现在来讲，你是对方的 Queen，You're the Queen，You're the King， 但是这个人他现在有可能也会觉得自己在你面前如果没有办法被真正的去体谅、理解，然后没有办法得到自己我也是君王啊，我也是很高位置的人。如果你真的是在忽略我的感受，而在强调自己的感受的话，这个人和你之间就会彼此封锁呀，然后彼此冻结关系啊，然后就处在一个敌对的状态。对，你们两个人有可能有一种敌对感，但是这个就来源于深刻的爱和吸引啊，然后也会发生一种深刻的恨，也会发生一种深刻的纠结。有些人我觉得你们的感情在今年的下半年里边一定是会有的，跟第一组相比，第二组更加强烈。也就是说无法风平浪静，还有就是前任会回来找你，有些人你会经历前任呢，你会经历前任和现任的一些选择，或者新人和旧人之间的选择。而我觉得你跟着自己的直觉就没错了，因为你一定会选择那一个100%、1000%吸引你的人，好吧？你看掉出来的牌是什么？看一下。好，关于这个人是不是正缘，我觉得一部分的朋友从现在的卡牌里边来看，你们两个人的能量很相配，外形、个性、爱好，还有你们两个人这种心有灵犀啊，千里姻缘一线牵的感觉会出现。有些人你们网络恋爱了，对，但是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现在要去突破的东西就是很多现实的阻碍，所以他到底能不能成为正缘，我觉得这个是要放在一个观察阶段的。有些人我觉得在这个关系里边，你们本身就在打退堂鼓了，也就是说你们会对待正缘这件事情多少是哪怕我内心中无限向往，就是我希望跟这个人能够完完全全走下去，但是你们两个人的目标和方法和方向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我觉得你们的关系有的时候是那种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强男配强女的组合嘛 ，King of Pentacles and Queen of Pentacles， 金币国王配金币皇后。有很多人这个人在跟你交往中吗？还是你们两个人现在就处在一种交往争端分而复合，合而复
合而又分的一个状态呢？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现在要把事业放在第一位，赚钱这件事情我们讲的非常俗，非常通俗，就是真的是因为看到好多金币牌，这是你们两个人目前面临最大的一个问题啊。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经济上有可能有差异，或者说你跟他之间都有自己的事业目标，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张牌 Be Spirit。OK，prosperity，繁荣啊，我觉得很多人，我觉得你们是会让自己去辛劳，就你们两个人都是什么事业强人嘛，辛劳肯干，然后去取得你们的每一桶金。还有一些人，你们有可能现在处在事业转折，你和对方在转职，然后你们有可能要去创业，你们要去开公司，然后你们要去做自己的事情。无论如何，这个5号牌让我感觉到你们在下半年里边是会有很多个人的波动和转折的，但这些其实都是你们个人成长的一种体现。其实你们的心里边永远都有彼此。还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确实是会有三角恋情啦，就面临选择啦。但是这个事情我觉得它并不是绝对的，有很多时候我看到的就是我们人生最终的感情选择永远都是发自我们内心所愿的。也就是你们两个人如果想往一起去走，成为正缘的话，任何的阻碍，就你们有很多阻碍，但任何的阻碍我觉得都不是一个问题，相反是可以加深你们恋情的。所以呢，这副牌的朋友，对方是正缘吗？我觉得对方他和你正缘的指数现在处在一个50分，也就是说你们两个人如果是 twin flame 的话，有可能先要去修自己，未来是一个敞开性的选项。还有一些朋友有可能你如果还没有遇见这个人的话，在工作里边尤其要注意一点啊，有可能会遇见这样的一个人，然后他和你是镜面的关系你们的职位啊，然后你们的教育背景啊等等，就有很多蛮投缘的地方。但同时我觉得这个人他和你是非常容易互相争斗的，你们两个人倒不是那种恶性争斗啊，但是真的是敌不动我不动啊，然后在感情里边去勇敢追求那种状态比较弱一点。所以我觉得如果之前一个阶段你们两个人曾经闹过意见不合，现在并不是一个谁在心软谁在调和，而是你们两个人都正在让自己心硬如铁啊，就坚硬如石那种，坚如磐石那种感觉。对，就是你的强加重对方的强。所以我觉得在这关系里边，到底谁要先拿出自己的这种温和能量，不管是男性和女性，谁先要去拿出这样的一个能量，有可能谁才能成为关系里的制衡者。但我觉得这个并不是一种相让状态，而是一种需要跟着宇宙的节奏啊，你们需要跟着宇宙的节奏去做事情。所以说把你们的事业和个人成就放在第一位，有可能感情可以顺其自然来到你们的生活。下半年里边你们会有事业成就，你们会有让你们欣喜的好运，或者说如果你们在争取工作机会的话 offer 会到来，而且你们的财富指数是不低的。而且很多朋友让我感觉到唯有你们的财富指数不断的增加，你们才有那个心情和能量去把恋爱这件事情也平复好。而且在你们这里边，恋爱和事业其实是同步的。当你们恋爱处在一个稳定阶段，事业往往当你的事业处在一个稳定阶段啊，讲错，因为你的能量让 Starcy 感觉到挺强的，所以有一种不知该如何形容的感觉，希望可以比较客观的传递给大家这个能量。好，我们刚刚所说啊，你们的事业和感情同步，所以唯有你们先坚定自身，成为真正的一个强者，你们在感情里边才能够真正的相辅相成，差一个人都不行，你们两个人差一个人都不行。所以如果你们现在是不同步的，那你唯有给对方一些时间去让他来完成他想完成的事情，这个是他的选择。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个人他哪怕没有联系你们，现在断联了还是怎么样，还是说你们两个现在不认识，这个人的灵魂一直在想你，所以你们有可能有很多片段会在这个人的眼中印在他的心里边，这个是挥之不去的一种能量，有可能会伴随终生。还有些人我觉得你在被观察，所以说有可能你现在在社群媒体上，你现在在做的一些事情，对方是知道，然后他有可能在去看你的一个生活姿态，并且在学习你和模仿你。这个牌里边，我觉得你们两个人还蛮容易互相模仿的。好，那回答了我们前面的问题，下面看一下宇宙给我们这段关系什么样的一些建议的能量，然后让我们去显化这个恋情。还有就是一些单身的朋友，如果来看这一组，你们就云里雾里的，我觉得你们做好你们的工作，这个人他会在恰当的时间，对，宇宙给你的恰当的时间来临到你的生活。有些人我觉得真的是70%-80%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就是已经遇见这个人了。如果看时间的话，我觉得明年的1月前后啊。还有就是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的工作真的蛮辛苦的，所以有可能当下你们需要先把就是工作的这些问题搞定的同时，也照顾好你们的身心灵平和。不然我觉得有的人有可能你们的就是
底轮在不断扩大，底轮和脐轮，就是说你们很会去完成挑战，你们很容易让自己产生斗志，但同时你们有可能在心轮和喉轮就是不全的。还有一些朋友有可能你们的顶轮就很发达，就跟宇宙连接很好，但是底轮却不全，所以你们就缺乏安全感，你们缺乏一种在感情里边的动力，或者说你们有可能需要去修复自己最原始那种脐轮的部分，比如说我是谁，还有就是我应该如何去展现自己，我应该如何让自己去感觉到愉悦，我应该如何去放弃一些 addiction， 就是一些有毒活动。就是我觉得你们关系里边有一些人，他们是会有一种成瘾状态的，还有一些朋友我觉得其实是在 sexuality， 在性的这个方面有可能也会有一些成瘾状态呀，或者说无法释放的那种焦虑感。对，这个我觉得都是你们要去在意的部分啊，就调节你们的身心灵。但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们也会把这种就任何的一种愤怒化为一种成全你们财富的动力，所以很多人我觉得你们在事业上有可能真的是会走得比较开，好吧 ？OK， 吃的比较开。好，下面我们看一下如何去显化我们的感情，让我们的恋情变得更加顺遂呢？首先第一张我们出现了一张 I am a warrior。Star Seeds 星际种子来到了这一组啊，而且现在是你们不像以前一样我们就静心修行的时候了。现在你们要拿起你们的武器 ，OK，fight for yourselves， OK， 为了你们自己而去战斗。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球底下是什么一些比如说我们所说的冤亲债主我们的 enemies， 我们的敌人，我们的 haters 每个人都会有。说实话，为什么？因为其实说实话，现在我们的这个频率的发展，有很多时候呢是需要我们，如果我们的频率在往高了走，我们是一心向着光明面或某一面的就每个朋友你们的选择不一样，这个频道是开放给所有人的。为了你们去选择的阵营，为了你们去站的位置而去大胆的战斗。所以我看到其实你们当下有可能面临了很多这种小人人际中的问题口舌是非你们会面临到很多嫉妒，因为有人会嫉妒你们，因为你们其实身上会有光芒。这个战士身上的这个数字是51号这边是5号，所以我感觉到一些人，你们有可能在突破灵性了之后，你们有可能要让自己真正的大胆去把你们自己给拿出来。对，一代表我们自身拿出来迎战。不管你们现在处在什么样的工作环境、创业环境、学业环境，不要害怕，你们在这些挑战面前一定可以成为 No.1， 你会成为你事业当中的女王或者是国王。但同时我觉得这个阶段里边的你们需要让自己呢多去净化一下你们现在我感觉到你们周围的这个能量会影响你们，有可能会影响你们对于感情和自身的一些判断，让你们有可能过于激进，或者过于自我保护，或者说无暇顾及情感，无暇顾及周围最亲爱的人，甚至比如说朋友人际关系、家庭关系，你们都蛮难拿出一个平衡的。因为你们很累，然后你们身上是有神圣使命的人，有很多人你们有神圣使命Divine Purpose， 所以你遇见这个人并不是真正的，有一些朋友可能听过很多次，不是来谈情说爱的，就是有很多有福报的，我们说前世有可能修好的这种推 flame， 你真正的可以在一起去修行自由自在。对，一对神仙眷侣，但是更多的人我们有可能需要去战斗，我们需要去战斗的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让自己真正的提着这一口气我看到很多朋友不要怕任何的艰难和阻碍，然后你在这个阶段里边会产生更多的能量，你的事业会走得更高，然后你会真正的压制住你周围的这些负面能量，还有就是你会真正的脱颖而出，让世界看到你的光彩。有很多人我觉得你们是地球的守护者，然后你们是高频率的守护者，然后你们有自己的职责和使命，每个人你们有可能感受到的不一样，你们自己知道，对吧？然后大家其实在这个阶段里边大胆迎战吧，好吗？宇宙在保护大家宇宙在保护大家。好，下面我们再看一下爱情这件事情我们该怎么办 ？Creativity，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在遇见彼此的时候，蛮容易去引发你们的灵感的，所以你们两个人其实会有很多那种奇思妙想然后在一起你们会有那种
美丽的旅途啊，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的频率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那种旁若无人的状态。你们两个人也可以一起去选择未来你们可以往哪个方向去走，是往灵性，还是说你们两个人要去修成正果，还是说你们两个人要去提升灵魂，要去完成考验。每个朋友不一样，但是你们的创造力决定了你们完全可以把你们想做的事情做好。有很多人，我觉得在这个阶段你遇见了他，不一定说真正在感情上谈得很好，但有可能你们在自己的事业和个人的领悟力啊，就是悟性方面，真的是悟性大开。还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真正跟你们的指导灵连接起来了，通过诗歌、音乐，可以通过自然风景，有一些朋友通过旅行等等啊，在这个人的身边也好，不在这个人身边也罢，其实你们经历的东西大约是相同的。我看到有可能未来你们的路并不一样，我们看到2条路在这边啊，但是我觉得每一条路其实都通向了同样的一个远方，也就是说你们面前路不一样，但你们最后的光球是一样的，也就是你们一起在完成同样的一件事情，它当中迸发出来的很多元素不同。但是我看到在这副牌的朋友里边，你们就是2朵花，你们2朵真正的生命的太阳花，然后你们需要去滋养彼此去绽放。当然了，当下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处在了一个高频率啊提频阶段，还有就是你们处在了一个要去学以致用的阶段，所以之前一个阶段里边，你们去积攒的这种频率啊，灵性里边的那种OK，你们的认知啊，还有就是你们对自己的个人定位已经非常非常明显了，你们身上已经散发出属于你们的 aura， 你们的光芒了。很多人你们是宇宙的光芒，所以说这种深蓝色呀，比如说这种 indigo 深蓝的小孩 ，crystal 水晶小孩 ，rainbow 彩虹的小孩，你们开始展现出自己真实的样子了，因为关键时刻要到来了，理解的朋友，关键时刻要到来了，所以掏出你们的本色来，让世界看到你们的颜色，哪怕你们是跟很多人不同的人，你们是高敏感的人，然后在这个高敏感的过程里边，你们有可能不得不去面对更多的业力，更多的挑战，但你们是成功的，好吧？宇宙在保护你们。好，下面我们再看一下关于感情，我们怎么去显化它。我们聊的这个事情呢，很多时候都是关于我们这个 life purpose， 我们的人生使命。有可能大家会觉得，那感情怎么办？OK， 我们抽到的是 New Moon in Virgo，Trust all will be well。我觉得在处女的新月马上就要到来了啊！这则占卜影片抛出来应该是几天之后吧。OK， 我们看一下啊。1星期以后 ，OK， 1星期以后或者未来看这个影片的朋友，下一次的新月啊，尤其是9月的新月，8月末9月初的那个新月啊，你要相信一切都会变好，你会舒一口气的。如果你们2个人现在在这种不再联络的阶段啊，我觉得你们2个会联络了。很多人我觉得这个人，你和他之间没有结束的，所以有些人问会不会复合，会复联呢？肯定是会的，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处女的心愿是一个大门，是个门户啊，一个 portal， 它会让你感觉到舒适一点，就是结束了一个阶段的焦虑。所以一切都会变好，大家要去相信啊，这是宇宙给予大家的一层能量，帮助大家去整理，去 organize 你现在正在去面临的一些问题和挑战，一切安好。所以我觉得有些朋友有可能在水逆期间会迎来一些救人，还有就是你们有可能会真正的让自己处在一个重新平衡的阶段，就是我们总是在战斗阶段嘛，对吧？会让我们自己蛮疲惫的，然后你会回到一个重新让自己释放轻松的一个状况，所以也抽一点时间给自己，好吧？独处对你们来说更好。还有一些朋友啊，如果要去显化的话，你们可以在每个星期三，特别是新月到来之前和之后的星期三，然后你们需要去自然环境里边，特别是可以爬山的朋友去爬山，当然要安全啊。还有一些朋友，你们要接近绿色，一大片一大片的绿意，对待你来讲，有可能会净化你周围的能量场，因为我感觉很多朋友，你们的能量场就每天好多人好多事在你周围哦，所以无论你是一个多大的 crystal， 你是多大的一块水晶啊，我们说每个人其实能量场都是很大很大的，但无论你是多大的一块水晶，你都会累的，所以你需要让自己再重新的去吸那个新月的能量，在新月的时候让自己去晒晒月亮，好吧？好，分析到这儿，然后你们在经历的是那种人生真爱啊，所以说有可能就是一亲哦一切，因为日语的话一期一会啊，就是这个人他会成为一个你也会成为他心中很特别的人，好吧？一个特别的人，好吧？
好，最后我们看一下今天我们抽的真言卡是什么，看一下宇宙给我们去显化这个关系，去完成我们的感情，也包括好像在完成我们的人生使命一样啊，给我们什么样的话语。我们今天抽了2张，我们一张一张来看啊。首先这张牌当中我们读一下，欠点や弱点ならちょっと忘れてもいいのです。OK。Sometimes it's okay to forget about faults and weakness. 放下和忘记我们的缺点和弱点，也包括对方的缺点，你需要放下和忘记。我觉得很多朋友你蛮纠结于自己和对方，比如说他错的地方啊，他让你最入不了眼的地方啊，他你最纠结的地方，也包括你自己啊。有的时候你需要去肯定自己，因为你们现在这个能量处在一个丰盛阶段的，你们需要多去肯定，也包括你们多去信任，你们要相信你们的魅力和能力能够吸引感情的同时，你们需要把那种对于完美主义倾向，有很多人你们处女在身上，你们星盘里有处女，有一种完美主义倾向，你们需要把它放下。有的时候去忘下，一点点的放下，一点点的忘记是可以的。所以有的时候难得糊涂，为什么要难得糊涂？因为我觉得你们是太清醒的人了，好吧？好，第2张我们看一下。あなたが望んでいることは相手も望んでいるかもしれません。Maybe they want what you want too. 有可能啊，你想要的也是他想要的。你们两个就镜子啊，你们两个要的东西是一样的啊，就是我能够控制你，然后对方有可能想的是我要控制你，有可能你想的就是你应该改变你自己的缺点，你改变那些我纠结的点，然后对方想的就是你身上也有问题啊，为什么你不改变？所以我觉得这个牌的朋友啊，你们2个人之间其实现在这种弱极，一些人弱极弱离，或者说有一些人这个感情还没开始啊，你们2个人必经历自己在内心当中重新整合的阶段，这个4宫对你们来说非常的重要。很多人我觉得你们的感情现在挺卡的，有可能你们在等的有可能是旧人，一部分的人有可能你们在等的也是新人，但是无论新人和还是旧人，你们需要去调节自己，然后在那个对的时间，无论新人和旧人都会到来，而做选择的人也是你。因此这副牌的朋友，你们自己说的算的。这感情让我感觉到，目前你们都有自己内在问题要处理，内务吧，比如说工作呀，然后我的财务状况啊，然后我家里的成员呢，我要去顾啊，很多事情，所以爱情好像永远都是你们的第3顺位的，就第2个都不是。所以呢，很多朋友，我觉得当下你们最需要去搞定的就是你们的经济状态，尤其是你们目前的这个经济啊。比如说赚得多花得多，或者说你们目前处在一个财富需要重新整合停止流失的一个阶段。当然了，在这个处女新月或1个月之后，你们渐渐的会变好。同时呢，我觉得有可能在你们的能量场不完整的时候，如果遇见这个人，他有可能会有的时候让你觉得能量输出过大，会产生一种我为什么遇见这个人我就觉得自己的消耗很大呀，不再幸运啊等等，并不是这个人身上的频率有问题，而是你有可能给太多能量给他了，而你还要去战斗，对吧？所以这个牌的朋友啊，你们是宇宙的战士，然后你们的身世也在这里边被挖掘出来了，所以现在看到这个能量就是真爱之旅，下半年的这个爱情旅程啊，对你们来说不容易，但同时抓紧时间完成这次考验，宇宙需要你们，好吧？这是 Starcy 要传递给大家的，然后也祝福大家在感情里边有一个完美的、美丽的结局，美丽的爱情也在你的人生当中，这是你们一定会打开的大门，好吧？OK， 那今天我们就看到这儿了，然后很感恩跟第2副组牌朋友今天的连接，祝福大家都是开心、平安和幸福的，在感情里边也找到你们的答案，完成你们真正的使命和任务。今天我们的连接就到这里了。让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选到最右边第3副组牌，参照石为白色天然水晶石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抽牌。好，选到我们第3副组牌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这颗白色水晶好像一颗冰糖哦。好，那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看的主题是这个农历下半年当中我们的爱情之旅啊。我们要看一下感情对象他的信息是什么样的，恋情的发展方向，还有正缘确认，就这个人是正缘与否，有没有这个潜质和潜力去发展起正缘来。我们也会看一下去显化我们的感情，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和调节。那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第3则影片的朋友。好，第3副组牌的朋友啊，我们首先一起来看一下今天抽到这一张指引牌。大家选择这张神谕卡 Survivor。
我感觉当下你们是一个独立的人格啊，然后你遇见呢这样的一个人，有可能他身上会有那种跟你有种相同相似的那种频率会吸引你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他其实会有很多，比如说不管是原生家庭还是之前感情的经历吧，就让他变成了一个比较相对于独立的，或者说相对于隔离在外的一个人。很多时候他会不愿意去更多的融入其他人去表达，因为这个人他其实是经历过有可能我们想象不到的和看不见的一些问题的。比如说从小呢，说双亲不在一起啊，我家庭遭遇到的一些改变呢，或他不得不去什么寄宿学校独自成长啊，有可能他在童年的时候被霸凌过等等啊。我看到其实这一个人他其实是在忍受人生当中的很多历练和艰难的。Survivor 他存活了下来，而且他相对变得比较独立，而且他有可能很少去谈及心事。这样的一个人呢，会让人有一种忍不住怜惜的感觉，因为他身上有一种忧郁的气质，散发着这种忧虑的魅力。再者就是这个人他不会给其他人添麻烦，或者说制造一些drama。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感情里边啊，你们两个人有可能都有自己的空间，相对于独立的空间。还有就是你们两个人有可能会把感情当成自己人生最后的一个救赎，但是不会对任何的一个感情或机会抱有特别大的希望。因为在感情面前，有可能我们又要重新的去经历过一次生死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他其实保有的是一种希望能够去保护好自己，希望隐藏好自己的一个态度的。我觉得不管男生女生朋友来到这一组，我看到的人物就是看起来比较内向，相对来说内向一点，还有就是相对来说会比较有一种忧郁的美男子、美女子的气质啊，比较俊美，或者说比较有这种艺术气质啊，诗歌文学呀，有可能他们会有自己的爱好，或者说很神秘。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感情里边，你和他都要去突破的是自己内心的这一道墙。我们看到这个牌里边有一道墙，或者说一扇门，或者说一扇窗等等，他会用一个隔离的状态，希望把自己放在自己的空间当中，独立的去思考。原因就在于有可能他曾经也有过一些很亲密的关系，比如说跟家人啊，比如说跟自己原生家庭的父亲、母亲啊，某一个兄弟姐妹啊，但是有可能在关系当中，他会感觉到失落和失望，也包括感情啊，或者说，如果这个人他年纪稍微成熟一点，经历过比较多啊，曾经有过婚姻家庭等等，也算是一样的。所以相对来说，这个人是一个独立的人格，而你们先要修的是如何让自己在之前的一个阶段完成独立之后，再重新融合自己到其他人的能量场当中，再重新的融合自己在这个宇宙当中，让自己变成一个打开的人。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牌啊，虽然说一会儿我们要重新分析，但是大家也可以看到啊，这男生女生怎么都抱着自己啊，就自暴自弃的一种感觉啊。OK，Hermit and Victim。好，这个牌的朋友，其实有一些人，我首先感觉到是会有这种灵性的天赋啊，宗教的信仰啊，再者就是比较内向了，还有就是比较怕受伤害，有可能会保护自己比较多一点，还有就是你们是那种让我感觉到就是头发深色的啊，或者说，你们比较喜欢一个人独处一点，就这个人也一样，其实我觉得你们是一个就是 match，可以说是 perfect match。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其实你们两个人算是一种类型的能量，但是在这个能量真正的触发之前，或者说你们走向一个惺惺相惜的状态之前，还是有一样的课题，就是哪怕我们在物理上可以 survive 啊，就是说我们可以存活下来，或者说我们可以劫后余生，但是在真正我们的情感面里边，应该如何让自己绽放啊，去 shine，去闪耀。这个有可能是你们要去触发自己的某一个脉轮，或者说你们真正在人生情感这个道路上的某一个深层的课题，你们两个人是会给彼此上起来一课啊。对，这算是你们两个人的某一种命运当中的相聚和相遇，好吧？OK，经过了这张卡牌的解读，我们一起来去抽塔罗牌，sorry，我们抽这个 Tarot， 看一下你们的爱情故事是什么样的，我们这个爱情之旅是怎么样的。好，我们首先对于你们这个关系进行一个解读，好吧？好，我们抽牌，看一下第三副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你们的感情故事。来，稍等一下，这个卡牌有点重 ，OK？ 首先我们看到了 Ten of Pentacles， 金币的10号 ，OK？ 继续抽牌，看一下。OK，The Sun in Reverse， 好，我们调整一下光线。好，我们再继续抽，看一下
你们有怎样的爱情故事呢？天哪！我感觉啊，在这个抽牌的过程当中，让我感觉到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感觉。就你们两个人之间有可能，当下如果有爱情的话，你们是这样的一种经历，或者说你和这一个人的连接是如此的啊。对，好，我们抽牌看一下你们的连接，你们的故事是什么样的 ？Chariot 战车牌，继续抽。还有就是我感觉到你们的心轮和喉轮卡住了，或者说对方的 ，I'm sorry， 有可能是对方的卡住的感觉。好 ，Four of Pentacles in reverse。好，我们继续再抽一下 ，Five of Wands， 继续抽一下啊。The Moon，OK，这是你们两个人阴性的连结啊。我感觉在这个关系当中，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这种忧郁气质的美男子加美女子的一种组合。你们两个人有可能是工作认识的邻居啊，一起上课的同学，一起比如说一起去进修吗？研修吗？或者说对，就是参加一些活动的人呢，出现在你旁边。我觉得你和他其实并不是那种打开自己会去交友的，主动认识某一个人的，因此有可能会有人会介绍你们认识，你周围的学长学姐呀，之前的同事啊，或者说你们的家人呐，都是有可能成为这个媒介的。只有少量的朋友，有可能你们会在这个 social media 或者说社交的这个软体 apps 上边去遇见对方。我觉得其实你们两个人有可能正在去经历属于你们两个人各自的一个关口。The Empress 皇后牌，女皇牌，我们再看一下这是什么 ？Page of Cups in reverse。最后我们再看一下你的感情故事是什么样的啊？好，掉出来了，下 Three of Swords。OK， 哎，这个牌的朋友啊，我觉得未来这个感情经历对于你和他来讲啊，真的是，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是你们一定是在这个当中要去突破一些什么的。这个人他和你啊相遇的时候，你们两个人有可能都带有了一层就是很恍惚、很恍然的这种能量啊。你们有可能本心并不是要去追求感情，而是希望能够去得到更多的认同、帮助或保护啊，或者说是保护啊，或者说理解等等。希望对方能够跟你互相提供一个情绪价值，而你们两个人真正的走到一起，会让我觉得是那种。由于你们身上有一种浓墨重彩的夜色的气息啊，就是说，有可能你们在自己的灵魂暗夜当中，或者说刚刚突破了一个灵魂暗夜，你们两个人都需要让自己去得到更多的光芒。但其实你们两个人光芒的指数是相似的，比如说我是这样的一个火焰的光泽 ，OK， 我是这样火焰的光泽，那对方也是一样的光泽，所以你们两个人也不存在谁照亮谁，更多时候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连接是通过你们的感知来的。一部分的朋友，我觉得你们有可能现在这种暗恋状态，或者说被暗恋状态等等，看得出来啊。其实，在当下的一个阶段里边，对于感情这件事情，第一副组牌的朋友有可能还想让自己更加理性的去，抉择权衡。那女生朋友如果来看这一组，我觉得不管男生女生也一样，异性缘挺好的。要这样去讲啊。如果有些朋友会说，哎，我也没有很好的异性缘，在今年的10月前后吧，或者说未来看到这一排里边。在2个月到4个月之间，你会发现呢，其实你的异性缘正在变好变佳，而且你会吸引到跟自己频率蛮相似的对象，比如说你们的爱好相似啊，然后你们做的一些事情是相似啊，这样的一个对象来到你的世界里边。说实话啊，我觉得其实你们现在需要让自己调节一下能量了，不是在工作里边感觉比较辛苦，就是说有可能在当下，为了就是说金钱呐，然后为了我们的这个事业和学业等等就比较奔忙，或者在健康方面要去照顾家人、照顾自己等等这样的朋友比较多一点。我觉得你会遇见的是自己的这个镜子，再者就是啊，这个镜子其实在反射你，让你去治愈和疗愈自己内心当中最缺失的部分。你们两个人缺失的部分其实是一样的，因此呢。有可能一个不完整的个体和另一个不完整的个体无法组成一个完整的原型，不能说这五组牌朋友你们不完整，因为这边有 Empress， 不管男生女生，我觉得其实你身上的能量是非常好的，好的就在于有可能你会理解啊，比如说我有什么样的优点，然后我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吸引异性，然后我在人生当中应该做什么样的改变。
我应该如何释放魅力，或者说你们的颜值是很高的，但确实我觉得在内在里面来讲，你们其实还没有做好准备，完全的去接纳这个感情。一些朋友让我感觉到你在下半年当中是会被人搭讪，然后会被喜欢，有可能你是在无意之间，然后会被人走进世界。还有一些朋友，如果你们现在这样暧昧啊或交往当中的话，这个爱情之旅其实是在告诉大家，有可能在未来的一个阶段里边，你们需要去调整自己，或者说你们需要去亮自己的牌了。因为一些人，我觉得如果一直在这种暧昧频率里边，或者说我们两个人也在交往当中，但是模模糊糊的啊。或者说原生家庭里边，比如说母亲的能量等等，会对这个关系造成一定的影响，意见上的影响以及阻碍等等，你们都需要去考虑一下，你们如何通过自己真正的理性的意识上的平衡和决定，去突破当下的这一层障碍。这个障碍其实让我感觉到互相疗愈的一种方式了。比如说你们看起来都有可能事业上还不错，外形上条件上还不错，但是一旦谈到感情的时候呢，你们总是会觉得有一种，比如说我喜欢的人，然后很莫名其妙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在一起，然后我想去做的事情莫名其妙的就会不是那么顺遂啊，或者前一个阶段你们曾经经历过我们所谓的灵魂暗夜或是打击的话，这个人是来帮助你去理解自己和疗愈自己的，你有可能也会帮助他，他也会来帮助你，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形成一个真正的相互连接和相互治愈的一个状态啊。Queen of Swords, Page of Swords， 这个关系里边你们两个人比较相似啊。很多人让我感觉到最强的一个能量出现在4个月之后。如果你们在之前一个阶段一直在暧昧里边打转，你已经遇见了这个人，然后他不是忙碌啊，就是态度不明确啊，甚至有些朋友断联了，或这个人拒绝你了等等，或你拒绝他了都算。我觉得有一些人你们的感情关系有可能会在4个月之后，就年尾12月前后开始。再者就是这个感情，当你们两个人的就是个人能量，比如说你们自己把你们的比如事业呀、财富上的一些问题、原生家庭的一些问题搞定了，有可能你们也会比较愿意的去敞开心扉。还有感觉到其实这副牌的朋友，你们的心轮卡了，你们卡在一个之前的事件里边，失去了重要的人，失去了重要的宠物，离开了一段感情 OK， 离开了一个让自己就是本身你们蛮恋旧的嘛，所以说你们有可能会在旧的能量当中出不来。因此我觉得这副组牌的朋友，其实这个人的出现算是你的一个奇迹啊，因为你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正在去修复自己，还有就是你不是一个沉在海底的破损的就是说飞碟或者说小飞船，其实你可以让自己在这个过程里边更多的去了解自己内在的美在哪里，然后去释放你内在的美。我觉得这个牌的朋友，其实你们会寄你们的一些情绪啊，就是寄情于一些文学、诗歌、音乐等等，或者说你们比较喜欢阅读啊，比较喜欢写作，然后是比较有内秀的人。其实你遇见的人应该跟你差不多。还有就是，如果你们在等前任回归的话，那 Star C 在这边看的是希望你们先放下这个纠结，这样你们才会发现啊，当你们回归到了一个独立的啊，而且活跃的，而且愿意去观察周围，跟周围进行连接的一个状态，自然而然的这个对的人，或者说你的感情会往前去发展。所以一部分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现在需要收拾战场上的残局，还有就是不要让自己一直在空等，或者说陷入于某一种幻想，并不是说大家这种幻想不会成真，而是当你的频率调节了，就是我不再 care 和照顾这件事情，我只照顾和 care 我自己的想法的时候，反而这件事情容易回到你的生命当中。我看到有一些人有可能在今年的3到7月，你们的心就面临的这种破损的危险。再者就是有可能现在还是没有出来的朋友也是存在的。我觉得在未来这小半年当中，你们有可能要去先完成自己的疗愈之旅。还有就是在这个旅途之上，你会发现跟你同样方向的人，这个人应该是你的灵魂伴侣，或者说你可以去检视自己的镜面。我觉得一部分的朋友其实你并不是没人追，相反的啊。就是你的条件很好，但是追你的人往往都是让你觉得跟你不匹配的，或者说没有跟你并没有办法达成一个就是说平衡的，或者说他们身上这种条件并不是特别的让你觉得啊，就是值得去往里边投入啊。没有问题啊，并不是你在你的世界里边就找不到合适的人了。相反，我觉得有可能你需要再往前走一步啊，再提升一下。这牌的朋友，其实你们的感情在下半年都是多少有点卡，因为你们需要从之前的一个困境当中走出来。
不知道困境是什么样的，但是我觉得其实在这一幅里边，我感觉到的就是你们非常非常的需要先去疗愈自己啊，就在未来2个月期间疗愈好自己，做了一些正向的选择，你会发现你的灵魂伴侣将会到来，这是宇宙给你的礼物。Two of Cups 啊，Starseed 看见2次，还有就是 Temperance， 我感觉这个人他是来帮你进行一种疗愈的，你们2个人是循序渐进慢慢开始的。还有就这个人他有可能比你自己都了解你啊，你们2个人走到一起，有的时候是会形成一种真正的镜面的映射，然后让你们2个人真正的在感情关系里边一点点的打开自己的心轮以及你们的心扉。还有就是我感觉有些朋友你遇见的这个感情对象，就是当你丰盛啊，当你真正丰盛的时候，有可能你的眼界和你的能量正在提高，但是你吸引的感情对象就出现2种极端，一种是极其丰盛跟你一样的，还有一种就是跟你的反面啊，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不完整的。你会吸引这样的人来到你的世界当中，原因就是你会有一种爱的能量，你会有一种爱的基因。当你打开这个基因的时候，对，就是有一些受伤的灵魂，或者说还没有完成自己的灵魂会向往你。因此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吸引到的人，特别是女生朋友的能量，你吸引到的人有可能是要么就是年下，要不然就是他自己的能量处在一个比较脆弱的需要去依赖你或依赖周围人的一个阶段。我觉得这并不是一种有毒的关系，这个关系不是一个有毒关系，或者说要去掏空你和消耗你的关系。更多时候我觉得有可能呢，因缘际会啊，命运让我们遇见这个人肯定是有原因，任何一个相遇，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原因。那我觉得这个人他的出现的原因就是在于让你看到你的能量的同时，也让你看到了你的匮乏。这个时候你才会真正的理解我应该如何去完整我自己，让我自己成为一个既体谅自己也能够去连接到对方的完整的个体，特别是阴性能量 Divine Feminine 神圣女性能量的一种完成。我看到这个牌的朋友，其实你们2个人身上能量都有一种不完整的感觉，就不完整不是说缺陷。维纳斯是最美的，因为她身上多多少少会产生出一种艺术里边的就是艺术，我们只是说艺术里边缺陷的美感。而你们的灵魂其实也是一样的，你们的灵魂非常具有美感，但是你们需要的目前是美感以外的能量，你们需要能量 energy。所以我觉得如何去得到 energy， 在这个牌的朋友里边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课题和话题。我看到你们2个人的相遇有可能要么就是之前一段时间已经相遇一阵子了，还有一些人如果是单身，目前还没有人在周围的话，你们有可能工作生活就比较忙，或者说你们跟原生家庭和朋友之间有一些多少有一些事情让你们觉得我的付出，我慷慨的赠予，然后没有得到一个正向回馈，相反的是把你在往一个更加去吸收你能量的状态里边卷就你感觉你已经卷入了一个能量黑洞。所以我觉得你现在需要去 cut off， 去把一些真正就是这种我觉得并不一定是感情，有可能是家庭，有可能是事业里边这种有毒的 toxic energy 去 cut off 掉。对，还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有可能还在前任这边没走出来，这个也是比较重的一个能量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伤心了，真的是伤心了。这种伤心这种伤心是需要你们花点时间来解决的，不用去刻意解决它，因为你们的疗愈其实是在宇宙当中运行着的，而且这件事情随时随地的都可以达到一个完成和平衡。我看到的是未来的4个月当中会结束你们的这个疗伤旅程，然后在那个旅程的黎明到来之际，你就会遇见这个人了，都不用说你完全的要去完成自己的一个什么样的疗愈好的，然后你们的相遇，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2个人就是工作就是偶然连接的一个关系，所以说我觉得这种关系，还有一些朋友我觉得这是一个前任的关系。所以说当下让我看到这个能量场，很多朋友你们其实在感情里边也是比较纠结感比较重一点我们看一下一些细节方面好吗？ Page of Cups 我们先看到了The Magician 有些朋友你们的感情对象或者说你们自身目前心中有情但不爱争取，就是说缺乏一个动能。然后我看到其实在这个牌里边的感情对象是对你有所喜爱，或者说你遇见的人呢，他对你呢有非常强大的一个好感，我觉得不能是一定量的好感吧，但是呢他有的时候是会让自己缩回自己的世界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人他不想让自己再受伤了。还有就是
他很难以去付出，很难成为一个付出者。所以在这个感情关系当中，让我感觉到啊，如果你们断联了的话，对方有可能磨磨蹭蹭的会回到你的世界当中。还有就是他会强调自己是那个受伤的人了，但是我看到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其实往前去进展的话啊，并不是说达不成一个和谐和统一，而是你们需要在一个对的时间去完成你们的比如说相遇啊、重聚。我看到10到12月是一个好机会，今年的10到12月是一个好机会。再有就是，如果在今年的1到7月之间断联分手的人，如果你们在等的话，我觉得这个人他大概率会回来，但是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是彼此思念的。为什么要叹气？你们两个人彼此思念，但是你们两个人之间呢，就是没一个人想要去主动的，因为会觉得自己会失败，觉得自己会没面子，觉得自己在这个感情关系里边面临着损失。所以呢，我觉得你们两个的关系有可能需要再花一点时间，比如说复联之后，有可能还要再花多久呢？不同的朋友不一样，3个月到6个月才能够重新的开始感情，而你们的感情在这一次是真正的经历过了暴风雨之后，非常的透明，非常的纯粹，离开了一些负面的纠结，或者说只有性的关系等等，你们会真正在这个感情关系里边成为彼此的最信任的家人和依靠。然后很多感情关系，我觉得在这组也算年假恋情有啊，比较多啊。这种土象配水象的组合，风象组合比较多的。我看到的星座巨蟹、双鱼、天蝎，然后就是风象星座有天平啊比较重一点，然后是双子、水瓶，摩羯座，OK。然后我感觉到的就是在这个关系里边啊，就是未来能不能去修好，以及时间点，刚刚跟大家讲了一下。还有就是，如果这个人是新人的话，你和他相遇，以及相知，以及最后走到相伴，是要花时间的。所以现在有可能短期的一个时间段之内来看这个感情，Starcy 只能说你可以和这个人复联，你可以和这个人相聚，但是你们两个人真正能够并肩而同行的，或者说成为正缘的这个能量，要出现在明年的4月，或者说要出现在大半年以后。因为我觉得这个人他比你想象的，就是你遇见的感情对象，不管男生女生来看这一组啊，他比你想象的在内心当中的那个伤口和那个漏洞大。就是你要是问，他遇见了什么样的问题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出现在我的世界里边呢？这是你们两个人缘分的一种连结，有可能是业力的连结，还有就是你们的频率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相等的，也就是说你们曾经有过同样的经历，或者说你理解他的伤口，或者说你和他有可能在感情关系里边都曾经经历过一个漫长的自我疗愈的阶段，害怕伤害，还有一些人有可能你们有宗教上的信仰，所以说你们对待感情有的时候是偏向于冷漠的，偏向于想要去自省的，而且你们会有一种比较容易去否定和悲观的想法。所以我觉得呢，其实在这个关系里边，你们两个人就是彼此的镜子，这两张牌怎么长得就是这么像啊！你们两个气质、外形都非常非常的搭配啊，就是俊男配美女嘛。还有就是身高呀，我觉得这个人的气质和气场跟你很合，就你们走在一起，你们就是一样的。大家不要看这两张牌，这两个人坐在这里自暴自弃的感觉，觉得是不美好的。其实你们两个人走到一起，我觉得是有一种很美好和谐的频率。为什么？因为这边会出现了个 Two of Cups and Temperance。好，这两张牌的结合其实就是这张 Harmony， 也就是说你们两个人其实是很和谐的一对，而且看起来其实蛮体面的啊，走到一起。再者就是我觉得这个人他会觉得你是正缘的类型，你是适合他正缘的类型。但是你们两个人在心中确定这件事情之后，也不一定会行动，原因就在于一切交给时间啊，一切都交给命运，还有就是我这个人随缘，再有就是我还没有走出来呢，我现在身心灵疲惫啊，工作事业感情家庭都让我很疲惫，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和他之间要走这个旅程，我们说到 harmony， 你一定可以和这个人走到一起，如果你已经认出他是谁的话，你可以和他走到一起，你们的关系可以到一种锦瑟和谐的阶段啊。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女神在合奏一个，就是说小夜曲嘛，然后旁边有这个比较和谐的小鸟的能量，双宿双栖，所以我感觉到其实在这个关系里边，你们可以达到一种和谐，频率的共振，然后还有就是互补等等啊，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其实到最后是可以跟你相互懂对方的人，也就是说你在等的如果是一个，不管他是你的 OK。业力关系啊，对 karmic relationship， 还是说他是你的这个 soul mate 灵魂伴侣，还是说他是你的 twin flame 啊，twin flame 少一点，但是也有。
我觉得其实你们两个人首先要走完自己的一个业力循环，你们要去完成一个平衡。如果之前你认识他了啊，就是说你们两个人之间谁对谁付出的更多，我觉得你们两个之间总是有一个是不平衡的。所以说平衡这个业力能够去到一个相辅相成的状态，需要花一点时间。我看到的是你们需要大约4到6个月的时间，甚至再稍微久一点。但是在明年就过了这农历的半个年度之后，我觉得这个人他会真正从自己的这种 depression，一种就是说，我觉得他有点解离了，他整个人就是说痛的那个灵肉分离的感觉，所以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他魂不守舍，他心不在焉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人他其实经历的一些创伤吧，可以说这种 OK，出嘛之类的这种创伤之类的东西啊，有可能比你想象的还多。但是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嘛，其实有可能都要去有自己的经历，而那感受其实非常主观的。就比如说我吃了一个苹果，吃着吃着这个苹果掉到地上了，有可能有一些人非常的心痛，有可能一些朋友会哭出来，就是打个比方啊。但有些人会觉得我不会很心痛啊，然后这件事情就过去了，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他来讲，有可能他需要先过自己这一关，就是患得患失，或者说害怕失去、害怕暴风雨的这一关口。我看到其实你们两个人是会复联，有一些人如果他是你的前任的话，大约在10月前后或2个月前后吧，1个多月啊会复联，然后你们两个人是可以往健康的关系去走，你们的关系是会健康的啊。就是如果你之前觉得这个关系是不健康的，其实它是会变成一种健康的状态。这个关系它的发展方向，或者说我们在学什么，我们可以看到 rainbow and waterfall miracles。看到彩虹和瀑布啊，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奇迹。OK， 彩虹和瀑布是不是都是奇迹？就是我们这个水流在山间呢，就是说由上而下啊，也曾经在湖泊当中停留过。但是如果到了一个地势的变化比较大的一个，就流到了那样的一个位置，自然而然就会形成一个非常有气势的状态，我们想要的会一次达成。那这个时候有可能就像暴风雨之后我们看到彩虹一样，我们可以看到2只蝴蝶，这边是2只小鸟，然后这边是 Two of Cups， 也就是说你的爱情之旅是先苦后甜的。不好意思啊，这个牌的朋友你们会不会觉得很揪心？不要难过啊，你们的感情是先苦后甜的。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这种灵性觉醒的卡牌，还有就是保持一个稳定，这边是4号，你们需要在下半年度里边去让自己保持稳定，然后去多给自己一些时间去填补你们内心的能量。还有就是你们要相信你们是有显化能力的，这边有 Empress， 然后这边有 Queen of Pentacles 啊，有 Justice， 不管男生女生，你们身上有神圣女性能量，但是现在还不够完整，你们需要去显化它，更大程度的去显化你们在感情里边的这种和谐，相信它，等待它，给它以耐心，还有就是滋养自己的同时再去滋养感情，而不是先给别人，然后再给我们自己。对，这个顺序是不对的，不然的话你会被掏空啊，好吗？好的，我们要把这2张牌放这边啊，因为你们是镜子啊，我们这边有两把剑，所以说其实你们两个人都蛮冷的，就是那种外冷而内热的人，你们内心其实是有那种很温暖的东西，这个跟前面不一样，你们是外冷而内热的，而且你们肯定是在内心里边由衷的去相信感情是有和谐的，你们也在等待那个感情和谐。也包括这有可能是你们世界当中的一些奇迹。我看到有些朋友，其实你们两个人走到一起真的并不容易，还有一些人有可能你们要去承受外界的一些评价呀，然后你们有可能要去突破外界的一些考验呢，还有就是你们自身有可能还要去在这个同时去让自己变成一个更加优秀的人啊，去比如说要顶着事业，要迎难而上。但是我觉得这个人他会变成你灵魂家族的家人的，他不会说真正的在你就是说最需要的时候弃你于不顾。相反的，我觉得其实这副牌的朋友，你们需要去了解一下，就是你需要在这个人身上就是得到的是什么。有的时候如果你想得到100%的了解和理解的话，我觉得这个人可以，但是他和你之间只能是一个更多的是疗愈的关系。如果你希望他去承重啊，比如说我想让他去行动，然后我想让这个人去理解我，我想让这个人去承受我给的一些情绪价值，甚至物质上面的一些责任等等，这个人其实有可能会让你伤心。原因就在于我觉得他
他现在这个状态是不完整的，甚至他有可能没有办法跟你去谈到这些。更多的时候，我觉得在感情里边啊，就是你们的感情有很多水象嘛，感情就是感情，有可能你们通过互相感知，能够去理解和感受到对方。但是如果真的是，讲感情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还是要以就是说这个圣杯为地基，对，多去交流，多去沟通，多去理解对方，然后适当的让自己从3D 世界和物质里边隔离出来，并不是劝大家不接地气啊，不考虑现实状况啊等等，因为你们考虑的太多了。然后还有就是你们一旦考虑这些问题，就会让自己在感情里止步不前的。还有就是如果止步不前也可以，但是你们还是会心碎。所以说呢，为了让大家能够在这个感情关系里边，不要让自己只是停留在自己的世界里边啊，承受这种就是一个人受冷风吹的感觉。你们需要在一起取暖，其实你们2个人是真正能够给彼此温暖的人，好吧？我看一下啊。水星处女一宫这个关系里边的男性能量啊，阳性能量有可能目前还在一个学习，增长经验，还有就是自我检视的一个状态。有很多处女会选择到这一组，有处女特质的人，对，所以说这个人他其实有深刻考虑你们的关系的，而且他有在关系里边去学习到东西的。还有就是他在心里边其实是肯定你、崇敬你、尊重你的。他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人他会把自己的一些对你的依赖呀等等藏在心里边。这个人其实内心里边是很软的，但是他表现的非常的 poker face， 就是他没有什么表情在脸上。有时候你会觉得他自己每天就心不在焉、悠然自得的，其实这个人他并没有表现的那么波澜不惊，更多的时候是他的内心已经，就是我们刚刚说有点币质分离嘛，一个细胞啊，币质分离那种状态，质壁分离啊。anyways， 他现在的内心里边是有残破的地方的，所以我觉得有可能他需要花一点时间去考虑你们关系应该如何去进展。哎呦，等一下，我们要重新。好，天王星的双子11宫。OK， 我们这个关系当中的这个女性能量，我感觉你其实是对他抱着希望，但是更多时候你会想，如果这个人他已经走了，我跟他能做朋友就好。如果是要传消息的话，你们2个人互相的消息的联络是会有的。还有就是你们2个人有可能现在只能隔着一个遥远的距离，或者说你们是有距离感的，然后只能去通过打字的方式先去重新连接一下，可以的。我觉得这个关系里面你们2个人其实是都想装作比较轻松的一个状态吧，然后偶尔的连接一下对方。如果他是一个新人的话，这个人是会跟你打简讯的，然后有可能会3不5时啊，不能说是每天，但真是3不5时的，你们会进行频繁的联系，交流你们目前的感受。然后我觉得这个关系里边其实比较强势的还是阳性能量，就对方他想做一个强势的人，因为他想把控，但有的时候我觉得由于这个关系里边有年下恋情啊、女强男弱的一些因素存在，所以把控又把控不住，会变成你们关系卡住的要因素之一啊。所以我看一下这个关系，天王星的双子4宫，我天呐，木星的牧羊10宫。如果你们2个人有共同的事业的话，这是你们最好的一个发展关系的契机啊，就是你们有可能会旺对方的事业，也帮助对方。但是很多时候我觉得在这个感情里边，你们需要在这关系里边去建立共同的一个目标，而且你们各自如果有事业上的关卡要去突破的话，先去突破这个关卡，这跟上一组一样，先去完成自己，去突破自己的那个关卡，另一个人就顺着你的一个能量和频率啊，低的频率会被高的频率吸引啊，就像这个电从正极往负极走。所以说很多时候我觉得这种流动是会因为你本身的一种完整啊、成功啊，或者说你经历过历练之后的这种坚强，而让对方重新回到你的世界当中。虽然听起来真的不太容易，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2个人爱的是挺深的，这冥王星的巨蟹5宫，同时爱的深的同时，我觉得你们2个人存在着，就是你们要去突破那种背景啊，然后你们要突破一些考验呢，对你们来说还是就是有一定的距离感的，或者说你们距离感来源于你们的年纪吗？背景吗？等等等等，都算有。还有一些朋友就是分了又合，合了又分，2个人在意识上产生了一些差异和误解。那说实话，我觉得误解是会解开的。如果有误解的话，误解会解开，然后雨过会天晴。但是整个农历下半年这半个年度里边，对大家来说，其实它是一个你要去显化的过程。所以啊，这个牌的朋友啊，保持专注，然后保持平衡的心态，还有就是你值得爱情，你值得被爱，好吧？你和他都一样。好，那下面呢，我们分析完了这些问题，
我们看一下啊，我看一下啊，OK，如果还没有遇见这个人的朋友啊，我觉得，你快遇见他了，然后你们两个人是朋友之中的、工作之中的，对，我们刚刚所说那些巧遇等等啊，就是这个人在你旁边应该是跟你有连结的，极个别的朋友是异地的关系，还有一些朋友比较多的，他就是前任呢，能量是比较强的，好吗？我觉得女生朋友你们要相信自己，因为你们是这个 Empress，你们是女皇牌。但同时我觉得有可能嘛，就是在这个关系当中，还是需要凸显的是一种女性能量的自我成长。虽然是这样讲，就大家会觉得哇，好辛苦啊，这种课题怎么这么艰难？但是你要相信啊，去营造和打造一个和谐的关系，这个关系当中的阴性能量非常的重要。就不管男生女生，你们在什么样的族群里边，阴性能量超级重要，就是你们关系突破的一个点。所以说，我觉得多去感知，多去包容，多去提高自己的一个频率和，我觉得你们可以装饰自己的生活，你们可以让自己变美，然后你们可以多去接触艺术啊，然后多去接触山水。音乐等等，你们多去看海、看月亮等等。对，这样的一些方式会帮助你们啊，调整你们个人的频率，让你们优雅、美丽、自信，还有就是平和，这是一种频率，会吸引对方的出现或者说回归，好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神谕卡，我们应该如何去显化，或者说去，推动我们这个感情，我们得到什么样的建议啊？第一张我们说到的是 The Distorted Feminine，OK，我们可以看到啊。美人鱼公主的，或者说我感觉就像是一个宇宙飞船一样，虽然这个贝壳啊，然后沉落在海底。OK，内在上来讲，我觉得这牌的朋友，不知道你们怎么了，你们有种让我感觉到受伤的那种感觉。好，我觉得不管是外界什么样的一个能量，会让你们有这样的感受，你们要相信啊，你们需要去修复自己的能量。男生修复你们的 masculine，你们的男性能量。OK，阳性能量，女生朋友，你们修复你们的阴性能量。如果去修复自己，我觉得你们需要让自己去找到你们真正的由内而外的美。首先，你们要欣赏自己，然后自己吸引自己，这并不是一个去引发大家进行自恋的一个引导啊，而是你们要理解你们的美好在哪里，你们的丰盛在哪里，你们应该吸引和度过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状态。然后这个 Empress 是一个金星的能量，金星代表了爱，代表了和谐、艺术，也代表了玩乐，也代表了子女。所以有些朋友，如果你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baby 之类的，我觉得其实你们现在处在一个让自己比较身心灵疲惫的状况，因为你们已经给出太多了。每个人都有这种 distorted，就是说扭曲啊、受伤啊、失真呐、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并不能说哎一个人天生就完整的，而我不是，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阶段完完全全是教我们如何去在逆境当中翻盘的。如果我们没有逆境当中翻盘的能力，人生这么漫长啊，然后我们有可能在经历其他的问题面前就变得极其的脆弱，还是要走回这个循环。再有就是我们来上这一课啊，这人生这几十年一定要有价值，所以我觉得你们需要去理解你们的价值，你们应得的是什么。当然了，这个当中大家肯定也付出了啊，付出了不少的疼痛，我觉得这一切是值得的，所以去修复自己，更多的时候你们需要让自己去接近花草自然，特别在身体上也是一样的，你们需要去疼爱自己的身体，照顾自己，在饮食上、睡眠上、生活状态上，给自己更多的情趣和爱，装饰和装点你和你的生活，这样会让你拿出你的女性能量。其实男生朋友也是一样的。我们刚刚所说的就可以应用在每个人的身上，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自己的一个阴阳啊，我们不能说谁是纯阴的，谁是纯阳的，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小的那种八卦球，我们都是一个小球。所以说实话，我觉得现在一些朋友，你们在当下这个阶段，非常的需要重新的去给自己以能量和力量。其实你们是人生当中的应该是可以成为强者或已经是强者的人，但是经过了某一个阶段，你们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是对，你们渴望一线光亮，你们渴望自己跟灵魂家族的连接，你们也渴望被救赎。其实救赎我们自己的 Queen of Swords 永远是我们自己。如果说大家在想，哎呀，有没有人能来拯救一下？说实话，你们现在需要的是通过自己的能量来拯救自己，这就是这个课里边最重要的一个部分，而不是让我们一直处在一个 victim，OK，一个被伤害者的一个境地啊。我觉得不会，你们需要让自己
重新的感受到这个能量，你的世界的温度，这个瀑布和彩虹里边的美好。对，第二章我们一起看一下啊，这是 I will encourage。好，我会鼓励。我觉得这个牌就像是大天使，他在用爱和他的保护，以及这边有一些宗教能量等等啊，去进行鼓励。这边还有指导灵吗？动物指导灵等等啊。你是被鼓励的，还有就是你需要先鼓励自己，再鼓励对方。很多人我觉得在这个关系里边，对方极其需要你的鼓励和帮助啊，然后当下你们也觉得非常累，因此有的时候关系比较卡。一部分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遇见这个人的话，你需要让自己修复自己的神圣女性能量，然后去鼓励自己，更多的去展开你的双臂，拥抱更多的能量。并不一定是行动，但是你需要鼓励自己和给自己更多能量啊。这边我们看一下，我们应该如何通过宇宙的方式来显化呢？我们刷一张 Last Quarter Moon in Sagittarius Practice Gratitude。我看到有些朋友你们在年尾，就是12月末那个阶段，包括那个时候有可能就进入了那个冬至嘛，那个点上啊，你在那个点上，你会感受到能量，还有就是你们的感情关系在那个时候会点燃，还有就是你自己会在那个点上被点燃。也就很多朋友，我觉得在那4个月之后吧，会有那么一个幸运的点啊，有可能要离开我们当下这个各种行星的逆行，也包括你们自身要进行一个阶段的调节和等待。我感觉到这副牌的朋友，你们好像在等待一些事情的完成，比如说办一些手续啊，做一些工作呀，还有就是一些评定等等，包括职业上的、生活里边的、法律里边的一些流程等等。那个阶段你会看见希望的，而且你在那个时候会真正的重新体验一次什么是感恩啊，宇宙会给你想要的。再者就是射手的能量是木星的能量，一般都是趋向于幸运的，而这边是4分之3月，也就是说你会在真正的离开射手座那个季度之前啊，达到你想要去达到的某一个小目标。还有就是这一个人他也会来到你的世界，不管是你渴望的新人还是你渴望的旧人，几乎可以愿望成真。所以我觉得这个牌的朋友，其实你们是幸运的，你们要相信呢，你们身上的能量其实是只能说暂时的被屏蔽了，但是你们的能量并不是没有。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关系里边啊，在那个阶段有可能你也开始了你自己真正显化或奏效你的显化。然后射手座这个季度对你们来说挺重要，一些朋友你们射手座嘛，过了生日之后你们就会变得比较顺遂啊，好吗？OK，在这边要鼓励一下第3组组牌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蛮需要抱抱的，蛮需要鼓励的。还有就是有的时候你们最近会心里很绞痛，然后蛮想哭的，这个阶段我觉得有可能会在10月之后结束，但是在这个8、9月或看这个占卜当下的1、2个月当中，你们还是需要让自己重新调节一下。调节的方式就是我觉得你们需要找到你们内心当中真正那个乐园，就是你们的爱好啊，然后你们的想象啊，然后你们可以抛开世俗和一些其他的复杂的压力、感情的压力，然后去享受自己那个小世界的感觉。我觉得虽然说现在目前的工作啊和这个事业的频率看起来很紧张啊，我们很难给自己建设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秘密基地吧，可以说是啊，内心灵的秘密基地。但是你们有这个能量，你们必须要通过这样的方式调节自己，而不是把所有的能量和希望都寄托在外界。比如说我的事业要成功，比如说我的家人应该怎么样，或者说这个感情对象他应该如何行动等等。你们需要在自己的身上找寻快乐和能量。你们的支点应该是自己，而不是说现在的支点如果在外界的话，你们一定会失衡，而且这种平衡的调节是非常难的。所以这是我看到可以给第3副组牌朋友一些希望和一些可以说转机的地方，找到人生的乐趣，好吧？找到你们内心小孩的乐趣，鼓励自己去做一些新的尝试，还有就是让自己变美，让自己变得更好。就不管这个人爱不爱你，就不管你就有没有新的人来到我们的世界里边，让自己变得更好。忘记外界对你的一些负面的评定，自己肯定自己啊，不要把其他人给你的评定等等太放在心上，因为那都是他们主观的，或者他们通过某一种评价标准来评价你的，而你是不可以被评价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每个人都是立体的，我们每个人很多的面，好吗？显化的方式还有一个就是在每个星期的星期四啊，特别是快接近满月的时候的星期四啊，
然后你们需要也是一样的，你们需要去登山啊，就或者说你们需要去爬得高一点，然后看一看啊，比如说城市也好，你们可以站在高楼上，当然要安全啊，比如说像在东京会有那个 Skytree 啊，还有Tokyo Tower 之类的，站在高的地方看得远远的，好吧，看得远远的，或者说你可以去看一场日出，你可以去看一场日落，这个能量这样的，你会去体验这个世界里边。这个小世界啊，我们佛教里边有3000大千世界啊，现在这个望远镜好像也真的是发现了这个大千世界。Anyways， 我们不要提这些，你要看到这个小世界里边的那些小确幸，你会在这个里边找到希望。所以一些朋友，对，我感觉的是你们可以去看日出，以你们的能量，我觉得是日出啊。当然了，看你们自己的这个生物钟和目前的方便，还有就是要安全，好吧 ？OK，最后我们看一下啊，今天我们抽到一个真言卡。看一下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这个一句话来让我们呢省思一下或者调节一下我们自己。今天抽了2张，我们一张一张来读啊。第一张，まず争わずに済む方法を見つけることです。The first step is to find a resolution that doesn't require conflict。寻找一个没有矛盾、不会发生冲突的解决方法。寻找一个我觉得是平顺的解决方法。可以避免更多矛盾出现的解决方法。我觉得这个事情虽然说不容易，但是我看到啊，周牌的朋友，其实你们有可能在2个月之后能够找到这个解决方法。这边出现的是 Wheel of Fortune， 也就是说，你们一定会找到，而且这个是你们的这一刻，还有就是业力，或者说你们目前的这个运势，你们会找到这个解决方法。所以这是问题的关键点，或者你们在等一个解决方法，外界给你带来的解决方法也都算啊。就是说我们自己有可能是被动的，而有些外界的环境啊，随着他们不断的变动，因为每分每秒都在发生变动，自然而然的你会去找到合理的解决方式。所以要相信自己和宇宙。好，第2张是什么？我们看一下，あなたの心の底に流れる温かい心に従いなさい。There is a warm heart somewhere inside of you. Follow it. 你的身体当中的某一个地方有非常非常温暖的心的能量，你要跟着这个暖流，对，顺流而走，顺流而行。跟着这个英文和这个日文的意思还对，翻译的不太一样。也就是说，顺着你心底的暖流而行啊，顺着心底的暖流而行啊。Starcy 给出这样的一个translation 翻译好吗 ？OK， 你心中真正的让你有火焰的东西是什么？我看一下啊，心中让你真正有火焰的东西是什么？跟着它去行动。我们这边出现了 Eight of Pentacles， 也就是说刚刚我们所说的啊，那个让你可以去专注在自己的。我们每专注做一件事情，其实就是一个高度冥想状态，哪怕再打一个邮件也算了。所以说，跟着你心中能够有火焰、有温暖的东西来去行事吧，可以说啊，随心而走，顺心而行。你会发现，当你专注在一些事情里边，我们刚刚所说的啊，你喜爱的事情，可以让你变得更好的事情，你正在去努力完成的事情，包括阅读等等都算啊，都算。我认真练一个瑜伽呀，然后完成个慢跑啊，等等，都算是你的一个小课业、小作业。当你做好了每个小作业，过了这个阶段，你会发现。其实你已经重新的找回了你自己，你可以把你的这个飞船修好，然后重新的飘到海上了。小美人鱼可以重新的去看到王子，或者说，小王子可以重新看到美人鱼，好吧？所以我觉得，这牌的朋友啊，你们需要很多鼓励，但是同时。Sarcy 也相信你们，其实有些东西真的是非常随性的啊。当下有可能大家选到第3组，然后听到现在有可能是因为能量符合。那如果已经听到现在的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去相信自己和调整自己。为什么？因为我相信在明年的春天，你们一定可以真正的把你们的小芽，或者说小的花苗，然后长成一棵巨大的鲜花，巨大的参天大树，让你们的生命之树真正的发光。那个时候的你们跟现在又不在一个 level 上了，所以你正在往上去走，因此才会这么辛苦，好吧？要相信自己的灵魂呢，你们选择的路，好吧？好，那今天呢我们就看到这里，然后
很开心跟大家有这样的一个连接，然后也希望能够通过今天的读牌帮助到大家。我最重要的就是希望大家的人生是开心、平安和幸福的，也找到自己在感情当中真正的正确答案。然后宇宙在这边一起祝福大家，感恩大家今天的观看，让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